Hello， 欢迎回到小鱼儿的频道。那么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想自己搭建一个网店，并且现在2025年做跨境电商开网店，那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做网店创业，因为它的门槛非常的低。那你可以做无货源的一个网店，你也可以，如果说你有货源，那你也可以做自己的一家小店，那么非常的简单。你可以利用这种，你可以选择用独立站 Shopify 加一个推个 Talk 来开一家网店，那同时你也可以像小鱼儿这样来自主的给自己来搭建这样的一个网店。那所以为了帮助大家能够实现自己搭建网店，今天小鱼儿呢就带着大家一起来操作。小鱼儿制作了这一套非常完整的一个网店搭建的一个视频教程。那我会教大家从零开始，一步一步，从购买网站的一个域名和主机空间，到完成这个网店的搭建，到发布网店。那么当你搭建完成之后，那你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网店。如果说你对搭建网站感兴趣，记得订阅小鱼儿的频道。那你想了解更多的一些建站视频，零基础建站，那么你可以直接在小鱼儿的频道里面来查找。OK， 那今天就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搭建的这个网店的一个特点。首先第一个，我们使用这个网店搭建这个网店使用的这个主题，它的功能非常的强大，它具备所有网店所需的一个功能。那它包括了这里的一个商店以及一个购物车，那还有一个结账页面。第二个就是这个网店的外观非常的简洁美观，看起来非常的专业。那它采用的是一个清晰的一个区块和分类，让用户的体验非常的流畅。第三个，这个网店的操作非常的简单直观，就算你是零基础的新手，没有任何的一个网站经验都可以完成。那第四个就是这个网店，它是一个响应式的网店，它适配于手机端以及我们的一个平板端，包括我们的一个 PC 端。接下来我会给大家展示我们搭建的这个网店，那我会教你怎么样来安装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网店的一个主题，那么还会教你如何来更改网店的颜色和风格，还有如何设计你的一个 logo， 以及设置你的一个菜单栏，在这里添加不同的页面，还需要来设置我们的一个购物车，设置我们网店的一个通知，比如说像这种新客户首次购买享受85折。在首页这里我会教你如何添加一个幻灯片，以及添加不同的按钮，并且为我们的按钮来添加上相对应的一个链接。那这里我们还会利用不同的这样的区块来放置我们网店的一些重要的一些信息。那在首页这里我们还会放置店铺里面的一个热销产品，把最受欢迎的一个产品展示出来，给你的客户来进行一个购买。接下来会教你再来设置一个新品上市，那把我们的新品全部放置在这个区域。下面还会教你来创建一个产品的不同的一个分类，还会创建一个我们的一个优惠券代码。鼠标往下滑，还会出现我们的一个折扣区域，你的产品换季打折或者一些相对应的一些活动折扣，那也可以创建一个这样的页面。再往下就会看到这个是放置合作，我们的合作品牌，以及设置我们网店的以及设置我们页脚的这个部分。当客户点击我们的商店页面，他就可以看到你的网店上面的所有产品。他点击这里的一个加入购物车，这里还会教你来如何添加一个产品的一个变量。如果说你的产品有变量，这里也会有一个详细的讲解。那这里还会教你如何通过 Bookmos 来设置一个运费，以及链接到一个付款的一个接口。那么这里还会教到你如何来进行一个产品的一个交叉销售。除了网店的分类页面、商品页面，我们还会创建其他的页面，比如说关于我们的页面。那么这里会告诉你如何在这个页面上来放置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介绍信息。同样还有一个联系页面的一个创建，那这里会教你如何在联系页上面放置重要的联系方式，如何放置谷歌地图，以及放置一些常见的问题和我们的一个联系表单。
并且会教你如何来更改我们手机端的一个外观。那么在这里想要搭建一个这样的网店呢，你只需要3样东西。首先就是一个 Hostinger 的一个主机和域名，以及 WordPress 的一个主题，一个网店主题。那接下来我就逐步详细的向大家讲解，建议大家一定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可以反复的观看，有任何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那么小鱼儿所使用到的所有相关链接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建议大家打开所有的链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那么这里我们想要创建一家网站，想要拥有一家网店，那首先我们需要3样东西。那第一，主机提供商和一个域名，以及我们网店的一个主题。那么主题后面会给大家讲。那首先我们先来准备一个主机服务器和一个网域，也就是我所说的一个域名。主机提供商，我推荐大家使用这一款主机提供商，它的名字叫 Hostinger。那这里相关链接我已经把它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建议大家先暂停视频，找到链接打开，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打开网页之后，你会和我一样来到这个 Hostinger 的一个首页。英文不好的朋友也不要着急，我们鼠标可以回到右上角这里来，我们来更改一下它的语言。那主流国家的语言大家可以看到它都是有的。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让它改成一个中文。之所以推荐大家使用 Hostinger， 因为它有一个在右下角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中文客服，那么有任何问题你可以在这里直接输入发送给他们会第一时间为你解决问题。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它可以使用我们国内的一个支付宝来进行一个支付。这个 Hostinger 它也是一家全球知名的一家公司，并且它有一个30天的退款保障，有任何不满意30天之内你都可以无条件的申请退款。那它还有一个中文客服，可以看到24小时全天候提供帮助。它非常的适合初创企业，刚刚搭建网站的一些新手朋友。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合适的主机提供商，还没有选择好一个服务器，建议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个 Hostinger， 链接呢放在视频下方，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有一个套餐。那么我们该选哪个比较合适？这里呢，小鱼儿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首先一个基础套餐在这里我就不给大家推荐了，因为它是每周备份。那我们做网站，你不知道何时你的网站会被黑客攻击，所以这个必须要有一个每日备份，所以我们就直接把第一个排除掉。那剩下的第2个和第3个，我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它有什么不同。首先第2个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如果你使用第2个套餐，那你可以搭建50个网站，它有50GB 的一个储存空间。但是第2个网站在这里我再次强调一下，它没有一个专用的 IP 地址，它是一个共享的一个 IP 地址，这个也是它和第3个套餐的一个区别，它也没有一个优先支持，所以这儿强烈建议大家选择第3个套餐。如果说你的预算比较宽裕的情况下，大家可以选择第3个套餐，特别是针对做电商的，做一个在线课程或者这些跟销售有关的，你可以选择这个第3个套餐，因为它有一个专用的 IP 地址，它不会被共享 IP 地址所影响。这个是对于你对网站要求比较高的，强烈建议大家选这个第3个，并且它可以在这个服务器上面搭建100个网站。新手朋友可能前期你的10个、20个网站都是属于一个练手，可能前面几个网站都是要删除的，所以这里你100个网站，随便你后期想怎么样搭建，只要100个以内都没有问题。并且它的一个储存空间跟比第2个套餐它多了一半，这个是100个 GB 的一个储存空间。接下来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选择套餐。下一步我们要考虑的就是你要购买的一个时长，你是想买1个月还是1年还是2年还是48个月？在这里这个时长它有什么区别？在这儿我还是要给新手朋友们给解释一下。买1个月的价格大家可以看到它1个月是204块，204.99，但是买48个月它每月的价格是58.99，这就是一个区别。那么区别原本是1个月204的，你如果说买48个月就是58.99一个月，买的越久，那么算下来你的价格就会越便宜，并且你的续费价格也越便宜。你这里48个月的可以看到它的续费价格是189，你买1年，那你买1个月你的续费价格还是204.99元。所以建议大家，我们做网站你要先考虑好你要做多久。那网站是做的越久，那么你才会获得一些免费的流量，是可以做个3年5年或者做10年8年。很多企业它都是
只要企业一直存在，或者你的公司一直存在，你的网站它就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大家要考虑时长。这儿我们就选择48个月，大家也不用考虑担心什么，有任何问题，在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30天的一个退款保障，我们可以先选一下来用一下看，直接点击一个继续。后面这里会有一个订单摘要，接下来来看一下，这里就会出现一个账单地址，这个地方你大概填一下就可以了，点一个继续。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在这里你可以使用银行卡付款，也可以使用 PayPal 付款，也可以使用其他的一些付款方式。那这儿我们就选择这里一个支付宝来付款，这里直接提交付款。这个时候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里订单摘要总共是393.28美金，这儿我们直接点一个继续。那不管它显示的是一个什么货币，你只需要用你的支付宝去扫码就可以了，它会自动把它换算成人民币来进行一个付款。这里接下来拿出你的支付宝来扫码进行支付就可以了。支付成功之后，接下来用我们注册的一个账号来登录一下。接下来我们来到的就是 Hostinglr 的后台，我们回到左边，点击一个网站。那么你这里搭建的所有的网站，它都会在中间这个位置显示。那不需要的，你一些临时搭建的，在后面可以看到这儿有3个点，我们直接可以把它删除，因为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搭建100个网站，所以这些不需要的，你可以直接找到后面的3个点把它删除。那么 Hostinglr 还有一个优惠活动，就是说你购买1年的主机服务器，那么就可以获得为期1年的免费域名。那前面给大家讲了，我们做网站，第一，主机提供商，第二就是域名。这个 Hostinglr 它会直接送我们1年的免费域名，前提是你购买1年。这里你可以直接买上1年，那么你就获得了1年的一个免费域名。那你买上48个月，同样你也会获得免费1年的域名，并且加2个月的一个免费的一个主机提供。如果说你买了1年以上呢，大家可以去免费去申领你的域名，你可以，他会给你的邮箱发邮件，你可以去领取一下。接下来我们就回到左边，这里会有一个域名，这儿我们就来创建一个新域名。这里你可以看到你想要使用的一个域名，域名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网站的一个网址。我们最顶上每一个网站它都有一个域名，就像这个退普也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域名。那么人们可以通过这一个域名来找到你的这个网站。比如说这里是一个Stripe，那么我复制一下它，我通过这个网址，那么随时就可以找到这个网站。所以这个域名至关重要。域名结尾它有很多种结尾，那前面可以是你的品牌，后面它会是比如说.com.net.eo。用的最多的可以看到，大部分的网站它都会使用这个 com 结尾，就是这个，你可以选择这个。你在前面，比如说我输入一个小鱼儿，点击一个搜索，这里小鱼儿点 com 这个域名已经没有了，可以看一下这里面没有了，只有 eo， 还有什么 ai， 这个小鱼儿点 com 已被占用，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如果说你发现你的域名已被占用，那你可以选择其他的，或者说如果说你不是很介意后面的一个后缀的话，那你也可以选择这些后缀。创建好域名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进行到下一步去安装 WordPress。那么来到左边的一个网站，点击这个网站列表。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添加网站，添加网站就是代表接下来我们要建一个新的网站，我们直接点击它。那这里会有1、2、3、4个选择，第一是用 WordPress 键，第二是用 Hostinglr AI 键，那第三个是定制网站上传代码，第四从外部嵌入网站，我们就用第一个。这里一个 WordPress 的管理语言，这里我选择的是中文，这个它只是我们一个管理语言，所以不是很重要，大家可以按照你喜欢的语言来选择。接下来管理员的一个电子邮件，管理员的密码，密码它要求一个数字，一个小写字符，使用8至50个字符，一个符号，一个大写字母，还有一个拉丁符号，你要按照这些要求来创建一个密码。创建好之后，接下来我们点下一步。那么这里它会问你选择构建网站的方式，
你是使用 AI 还是使用预设的？那么这里我们先点下面的创建空白网站，这个时候就使用到了我们的域名。前面给大家讲了，如果说你已经申领了有域名，你可以直接填到这个里面。如果说你没有域名，那么也不要急，后面你可以慢慢去把你的域名弄好，再把它连接进来。我们可以先使用这个临时域名。接下来可以看到它正在安装 WordPress， 那么这安装大概需要个2-3分钟。那如果说你对网站搭建感兴趣，可以订阅我的频道，那么也可以把它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那无论你是想要搭建一个电商网站，或者说想要搭建博客网站啊，你都可以到我的页面来寻找，还有一些在线商城的网站，或者说一些个人作品集的网站，你都可以找到。OK， 这里已经安装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来到的这一个页面，它是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所以这它不是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我们要点下面的这个仪表盘。那么这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可以看到现在后台它里面有一些广告，这些在里面，我们把它关一下。我们点右上角这里有个显示选项，点一下它，把这些我们全部给它取消掉，再给它点一下，让我们的仪表盘干干净净。那么 WordPress 它是一个功能强大的一个网站，那很多人的网站它都是基于这个 WordPress 搭建的。这里因为我们搭建网站不可能说你的网站几分钟就搭建好了，有的网站可能需要几个小时。那么当我们关掉电脑，下一次我们怎么样找到我们的这个 WordPress 的后台，这个就很重要。这顶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域名，我们可以把它复制下来，把它存在一个文档里面。那当你下次打开电脑了，你可以直接复制这个链接地址，直接来点击在这个新窗口打开。那么这个使用方法，它会直接带你来到这个后台。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儿有一些插件，那这里面这些插件都是它自己自带的一些插件，那这些不用的我们可以把它删除。这儿我们把它勾选一下，这些都把它删除，点这个批量操作，先点一个禁用。接下来呢，再把它勾选一下，再点一个删除，点一个应用，点一个确定。那这个缓存插件我们还是可以留着，后面它可以让我们的网站加载的更快到时候可以用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外观，它这里有自动的帮我们有安装3个，这儿我们不需要的，我们点击放大把它给删除，确定，再点击放大，点删除。那么我们留下1个在这里就可以了。接下来到这个设置页面，那设置这里首先这里有个站点标题，比如说这里我写一个小鱼儿，我这儿随意取一个小鱼儿光居优选。那你也可以再取一个副标题，那么这个站点图标可以设置一个，这里可以选择一个站点图标，这里你可以拖一个文件进来，这儿需要裁剪一下，这里可以看到太大了，裁剪一下。OK， 这儿我随意的放了一个图片，这个就出来了。接下来这个建议不要去动它，下面就是一个管理员的一个邮箱地址，这个就是你的网站收到任何通知的一个联系的一个邮箱地址。接下来就是一个站点语言，那这个语言你可以点开看一下，它里面有很多，这个语言就是你的网站后台的一个语言，它跟前台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当你在安装一些插件的时候，它又会自动默认为中文啊。这里全部改好之后，就这里点击一个保存更改。接下来这里是一个常规的一个选项，下面这儿有一个固定链接，我们把它修改一下。这里它是一般系统它会选择是一个自定义的结构，在我们选择这个文章名作为网址，选好之后点一个保存更改。接下来我们要给我们的网站来安装一个主题，安装主题之前我们先来安装一个插件，我们鼠标回到左边点击一个插件，在这里来添加插件。那我们在这里面搜索一个 Store 的第一个，那这个插件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有超过200万的人在用户呢在使用，它有5颗星的一个好评。这个 Store 其实非常的好用，这我们点一个立即安装，安装好之后，这我们再点一个启用。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设置一下这个 Store。那么它这里有2个选择，你想如何构建你的网站？第一是使用这个 AI 网站构建器，第二是用这个入门的模板。那么这里我们选择使用模板来构建。接下来它有2个编辑器，一个是 WordPress 自带的一个编辑器，第二个是一个 Elementor 的一个编辑器。那到这儿我就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 Elementor。这个 Elementor 它是非常好用的一款网站构建器，它只是不需要你有任何的技术，也不需要你会代码，那么直接使用一拖一拽的方式就可以来
对我们的网站进行一个编辑，来搭建一个网站。可以看到它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工具，你只需要把这些工具给它拖过来，进行一个简单的编辑即可。可以看到每一个都是这样子，非常的简单易操作。这里 Elementor 的一个相关链接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选择这个 Elementor 正在同步模板库，稍微等待一下。那么这个 Starter 里面有许多设计好的一些主题模板，那可以看到这里面各行各业都有，可以看到本地业务、什么技术、快递、搬运工，这里个人护理、什么健康沙龙、瑜伽，还有专业人士里面金融、法律、医疗、摄影等等，还有个人网站，比如说艺术家、作者、摄影师等等。那还有一些社区、学校、幼儿园等等。这里还有关于一些电子商务的里面的一些网上商店、服装店、珠宝店等等很多，还有一个关于个人博客之类的网站。这里面的模板基本上各行各业的都有，而且可以看到它这里面有的是一些免费版本的，像这种它是付费版本的，里面也有这种付费版本的。那像这些是属于一些免费版本的一些模板。这里我们要做跟电商相关的，我们在这里来鼠标往上拉到底，筛选一下，我们选电子商务这个类型，点一下它。那我们来看有没有一些适合的一些搭建网店的一些主题。这里面可以看到这很多其实都是非常专业的，那这些都是提前设计好的一些适合搭建网站的一些开网店的一些主题模板，大家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喜欢的一些主题。那么这我也会教大家使用一个外观非常专业而且操作很简单并且适合搭建网店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叫 Organic。 这里主题的这里使用的这个主题我也会把它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大家如果找不到你可以去复制一下，到这里来搜索一下。这我们直接点击进来之后，你可以看一下网站这个主题模板的一个具体样子。这我们可以把这个面板给它隐藏起来，那可以大概的预览一下。那这个网店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看一下，这个是它首页的一个外观的一个模样，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主题模板。那么我们把这个面板给它点出来，在这儿可以选择一下它的一个字体，你喜欢什么样的字体，你可以到这里先来改一下。这里还有一个调色板，可以看到你喜欢的调色板，你可以把它换一下它里面的一个颜色。那这儿我们就点一个继续，这步它是要让我们选择你想要的功能，这儿我们直接点跳过。好，接下来输入一些简单的一些资讯，比如说输入你的名字、你的电子邮箱。那么这里一下这个选一下这个，比如说这个是给自己搭建的网站，勾选下面的这个同意，点击提交并建立我的网站。那接下来它就开始在导入这个主题所需要的这些插件，默认的一些图片、一些内容以及工具。这个过程大概是需要几分钟的时间。这个系统它在自动的导入、安装所需的主题插件、表单等等。那这儿大家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我们开网店后期可能会用到一个开网店，我们肯定会有一个收款就会需要一个收款的一个账号。这儿之前小鱼有给大家出过一期这个注册丝翠补的一个账号来进行一个收款。那么这儿还感兴趣的伙伴可以看一下，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期视频。马上这里就要搭建好了。OK，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站已经好了。这里你可以点击查看你的网站，可以看到这个就变成了我们刚才选的模板一模一样的外观。那接下来我们就只需要对这个外观进行一些个性化的修改就可以了。首先我们就对这个网站的一个整体外观来进行一个修改。你可以看到这里网站的一些颜色，它的一些配色，这个都是这个主题自带的一些默认的颜色的设置。那比如说我想要修改一下这个网站的颜色怎么办？我们可以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一个自定义，点一下它。接下来可以看到左边这里有个全局，我们点进来，这里可以看到可以修改网站的字体样式，还有颜色、容器、按钮等。那首先我们先点击颜色，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里面就是我们的首页，它用的这几个全局的调色板，这几个是主要的颜色。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绿色的背景，这个都是绿色的。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它这儿有一个强调色，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强调色，这里面它选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色系。那我们这里就看到一个调色板，那在这里可以选择你想要使用的颜色，比如说你想换一下，或者说你想要使用这样的颜色。那鼠标往下滑可以看到每个颜色它都有自己的一个颜色代码。那么我想换一个颜色搭配，这儿我就先剪切一下，我不知道怎么样颜色搭配，我这儿先剪切一张图片。那么来问一下 GPT， 我的网站
我要把这个网站里面的内容替换成温馨的台灯，应该怎么配色？这儿我给它再说明一下这个强调色应该怎么配色。给我一个颜色代码，直接给它，它会根据这个图，因为我用了 GPT-4，它有一个识图的一个功能。那这儿也有了主强调色，它这里有一个色号，我们把这个色号给它复制到这个下面来。那接下来是一个链接的颜色，我再问一下它链接用什么颜色？这儿有普通的链接的颜色，还有告诉我悬停的一个颜色。这个上面下面改好之后，这个上面这里全局调色板这里我们要改一下，点一下它。这是一个主强调色、次强调色、标题的颜色，还有文本的颜色。好，这里全部改好之后，我们点击一下左上角的这个发布按钮，我们点击左边的这个叉给它关掉。接下来返回到这个按钮这里，那我们来修改一下这个按钮。这里呢有很多按钮的预设，那你可以选择一个款式，可以看到它有这样子的，有带一点这种它的角没有这么直的，还有这种圆形的，你可以选择一种。比如说我们选这个背景颜色，这里我们要把这个颜色来给它更改一下，点一下这个按钮的背景。那么这个按钮的颜色这儿用一个暖橄榄绿，我们把这个颜色代码复制到这个下面。好，这个后面是一个悬停按钮的悬停的颜色，那颜色改好，让它来配合我们整个网店的风格。这里改好之后，点击一个发布。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叉关掉，自定义的一个操作，回到我们的前台，在这儿来刷新一下。接下来可以看到这个按钮的颜色，你放上来的时候它是这个颜色，拿开的时候它是这个颜色。这些按钮的地方就全部已经改了，那么这个改成了一个橙杏色。那接下来我们来修改网站的一个首页，那么要怎么样改这个首页？这个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网站的一个首页。那我们可以点击上面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使用 Elementor 编辑。那么之前小鱼有给大家出一期非常详细的这个3小时的一期教程，里面有讲这个 Elementor 它是什么，怎么样，它的每一点，它的一个容器，它的一个里面的一些文本、一些工具等等，都讲得非常详细。那么非常适合零基础的纯新手小白，建议大家可以先来看一下我的这些视频，那让你对 Elementor 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这里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的右上角，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好，这儿我们就直接使用 Elementor 来修改网页，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的那个教程。在这里我直接使用这个 Elementor 编辑，进来之后大家就可以来看一下这个 Elementor。Elementor 它就是一个拖拽式的一个编辑器，那这个 Elementor 操作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这儿我们直接把它关掉。可以看到左边是它的一些小部件，是一些功能，也是一个操作界面。在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不同的一些元素模板，比如说这儿有一个容器。其实我们的每一个设计的页面它都有一个容器，容器里面它就装有这种图像，或者装有这个文字以及这种按钮等等。上面基本上是免费的一些功能，那下面有一些专业版的需要升级。Elementor 的相关链接我也放在了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如果说你想让实现一些更高级的功能，你可以选择专业版的。付费版它里面的功能很多，还有一些常规的，这些它也是不需要付费的。那正常我们搭建一个简单的网站，使用免费的这些功能就可以了。左边是功能，右边就是我们编辑的一些地方。这边你可以看到它有文字、有图片，还有这种按钮等等这些。那首先我们就先来改一下这个图片。图片可以看到，在这里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长方形，这个就叫做容器。那这儿可以看到，我们点了之后，它这里就会有一个编辑容器。那这里我们可以来编辑这整个容器。那这里有支笔。那这个笔就是意思我们可以来修改这个图像。那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会误操作，比如说我点击一个右键，不小心把这个给删除掉了，可以看到这个图片给删除掉了。那么该怎么样恢复？这里大家可以点一个 Ctrl 加 Z。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直接把这个图片给它删除。删除好之后，接下来我们点击这里这个加号。然后回到左边，再添加一个新的元素到这边来。那我们在这边找一个，在基本的这里面找到一个图像。我们鼠标一直往下滑，我们找到一个图片，这儿有个图像轮播的这样的一个
元素，直接把它拖过来，给它放在这个中间。那接下来我们要把图片给它添加到这个里面来。我们鼠标回到左边，可以这里点一个添加图像，我这儿点击一个上传，我把我自己准备好的图片给它放进来，点击一个打开，这儿创建到这个里面来，把它插入相册。这儿我们多添加几张进来，一张太少了，这里我们多选几张，把它全部都给它上传进来。这儿呢嘛，我就放这个几张图片进来，点一个创建新的，把这几张全部给它顺序给它反转一下，对，把它全部给它插入到相册。OK， 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就添加进来了，但是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图片它有点小，我们来修改一下图像的大小。这个幻灯片的显示，这儿我们选择一次显示一张图片就可以了。那这里图片的分辨率我们给它改成1024乘1024，这样可以看到它就会是这种显示出来的。接下来这个导航，这个箭头和圆点，可以看到这两边有两个箭头，下面有一些圆点，那么这个我们把它关掉，我不想要它，直接点击这里，点下面这个无。OK， 那可以看到这里就没有了，箭头也没有了。接下来点左下角其他选项，是否需要自动播放，我们选择是。那悬停时是否要暂停，这里选择是。那交互式暂停选择是。这里自动播放的速度5000，我们给它改成一个3000，让它快一点滚动。好，这儿修改好之后，我们点击一个，这里当然还有一个方向，你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平时一般正常人他会喜欢这种方式，向左边滑走。我们选好之后，点击右上角的一个发布按钮，发布就代表保存。那接下来就是旁边的这边的一个文本的一个编辑。这个图它其实没有太大用，那这个图我们直接点一个右键把它删除。接下来就是一个标题，那你可以把这个标题改成内容相关的，这里的内容我们都要把它改一下。那不知道怎么写的朋友，你同样可以来问一下 GPT， 我截个图，我幻灯片的旁边的标题文本该怎么写，该怎么修改，它会直接告诉我们。因为 GPT 它有一个识图的能力，大家没有，如果说你是免费版本，建议大家升级一下。那么国内的小伙伴如果说想要升级 GPT， 那你需要有一张虚拟银行卡呢，因为国内的银行卡是没有办法升级的。这儿推荐大家可以使用这个 Word 卡来建一张虚拟卡，这个 Word 卡也就叫野卡。那么这里相关链接我会把它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那你可以用你的手机号或者邮箱来注册一个 Word 虚拟银行卡。那么这里你可以看到它可以用 GPT 一键升级。那在国内很多的一些 APP 都可以用这个卡来进行一个订阅，相关链接大家到视频描述栏去找。这里有一个标题，那我这里就直接把这个地方点一下它，你也可以点后面这个笔到这边来改，把它改成一个中文。下面这里也是一样，这儿我来改一下它，改都是在左边这边改。那下面还有这一段简单的介绍，下面这里就是一个按钮，按钮也是要改的，这儿我们要改就一并把它都改了。这个Word 的文本给它改一下 ，OK， 可以看到这里，这儿就全部改好了。接下来我们对它字体的大小来进行一下修改。我们点了这个笔，点后面这个笔，点击这里有个样式，这里面有一个排版，点一下它。那这儿有个文字的大小，给它改成一个20，稍微大一点点。那接下来这个里面的字体，我们也来给它改一下。点击下面的内容，这里有个排版，这个标题的大小给它改成40或者45。这个让它居个中，这里对齐方式点居中也不是很好看，那还是靠左。那下面这个看一下内容，接下来我们来修改一下这个按钮，点击这个笔，按钮的文字我们刚才已经改了，当然你可以在这儿也可以改成立即购买或者查看更多。这个下面你可以放一个链接，比如说你要想展示某一款商品，你可以直接把链接给它粘贴到这里，当有人点到这里的时候，它就会跳转到这个商品的页面。那这个链接等会儿再告诉大家怎么样添加。好，接下来可以看到在这里会有一个图标，那么图标就是显示在这个位置。那这里我们不想要这个图标，想改一下，这儿我们点击这个图标库，那么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图标，你可以选择一个跟你的品牌或者说给你的产品相关的一些图标，可以在这里面寻找，你可以把这个图标也给它替换掉。那接下来我们点这个样式，那如果说我们想把这个按钮的字给它变大一点点，我们点击这个排版，这个字体我们给它改成20。 OK， 你可以看到这里字体就要大一点了，20有点大，我可以改成18。那接下来我们来点击这个发布，来保存一下我们刚才的一个更改。
好，那上面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已经改好了。接下来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和下面给它分别添加一个分割线。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添加元素，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分割线，直接鼠标按住鼠标的左键，直接把它拖动过来。那当这个红色一定要找好位置，这个粉色的线出现，那么你不要放到中间去了，中间就不对了。我们把它放在最顶上，点击放。那这里有个实线，我们把它选成一个虚线。这个样式里，那这里可以看到，我先添加下面，把这里给它拖过来之后，实线把它选成一个虚线，可以看到虚线，这是虚线。那这里样式粗细这里我给它改成一个4，可以看到这里就是这样子。那接下来我在这里再添加一条，点击这个加号，还是点击这个分割线。当这个线出现的时候，我就选择放手。好，接下来这个实线这里我就点一下，选择一个虚线。那么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条很细的虚线，接下来样式这里同样给它改成一个4。OK， 可以看到这里上下呢就有一个分割线了。我们点击一个发布，那记得一定要点发布，不然当你不小心一下退出去了，那么你所有的更改全都会付之东流，就会没有了。这样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看起来就比较的专业了。到现在我们的第一个板块就已经修改完成了。这个时候我们回到后台，点击左上角有一个查看站点，这儿刷新看一下，可以看到这里刷新一下，那可以看到我们的第一个板块就已经修改好了。现在可以看这里有一个幻灯片，它展示在首页的最顶部，还有这个按钮以及这些文字，这些就已经全部修改成功了。接下来我们来编辑下一个板块。接下来这个板块中间的这个板块，我们先找到中间的编辑容器这里6个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背景颜色其实跟我们整个网站的风格不是很搭，我们就先来改一下它的背景颜色。点这个6个点，点这个样式，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颜色。那这个颜色不知道怎么样搭配的同学可以，我们这里同样还是在这里来点一个 Shift 加一个 Windows 再加 S。那我们在这儿截个图。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 GPT 第2个板块幻灯片的下一个板块的背景颜色不是很好看，给我搭配一下颜色。那因为我们不懂设计，可能你的颜色也不会很搭，自己不知道怎么搭配，这儿我们就可以直接让 GPT 来给出我们一些建议。它这里告诉我们，首先它给了一个有首选的，我们先点这个首选的是一个柔和的卡其灰。 OK， 那复制一下，这里把它点出来，我们在这个颜色这里，在这个代码下面直接给它输入，那这里就可以了。整个我们是一个浅色调的。中间的小板块，我这里试一下他说的这个奶油白，就是我们中间的这几个小板块的一个背景颜色。点这个容器，我点这个样式，背景颜色这里。OK， 那这里这个颜色这里大致改一下之后，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在中间的这个文字。中间这里可以看到它是有4个板块，那这个4个板块我们可以分别放置一些网站的一些政策，比如说配送、退换等等。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点击中间每一个里面都有一个笔可以改，我们点一下这里。首先第一个我给它改成一个配送，我这儿输入一个密，或者说我直接问 GPT， 那我直接把这个地方截图。这4个板块我想放一些政策，比如免费配送，满多少送，或者退换。帮我想4个，直接发送给他。那第一个就是一个免费配送，下面副标题这个满多少送，接下来改。第2个就是满额赠礼，单笔满多少送什么。接下来第3个7日无忧退换，不满意7日内可以退换货。商品保固这个直接来改就好了。那么这个台灯肯定是享有这种保固的一个服务。接下来这里面的图标，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图标，点一下它，这个图标你可以更换。这个配送这个图标是可以的，满额赠礼这个图标你也可以点一下它。那我们可以到这儿来点一下图标库，在这上面搜索一下。那你可以在这里面来搜索这些图标，你可以直接替换。那么这个也是一样，7日无休退换货。这儿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直接文本给它居中。我们点这个样式内容，这里同样这里有个排版，那么你可以给它居中，也可以让它靠右。在这个样式里面，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图标向上向下
垂直对齐还是中间，可以看到这个图标可以把它放在中间，你也可以把这个图标给它向上。那文本也可以这样子对齐，每一个都是可以的。居中，这个也是一样，可以让它居中。当然这个图标你还可以自己上传，这个图标的颜色，比如说这个颜色你想要更换一下也是可以的，点这个样式，在这儿有个图标的这里一个颜色，它就是这个颜色，我们要把它换一下，换成跟按钮一样的颜色。那我们就找一下按钮的颜色，把它输入到这个下面，跟我们的全体颜色一样，这个也是一样的，你可以来改一下它的图标的颜色，可以把它改的一致。图标这里颜色，这个背景颜色刚才没有把它改过来，这里我们点击这个，那这儿会有一个背景覆盖，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颜色，那这个背景的颜色我们也用这个同样的这个颜色，我给它换成这样的一个颜色，那么每一个都是一样的，我们来更换一下它的这个背景颜色，找到这个背景覆盖，找到这个样式里面有个背景覆盖，这儿有个颜色，来改一下它。OK， 那我们的背景颜色也就改好了，那图标的颜色也改了。OK， 那这里改好之后，接下来我们点一个发布。那我们再来回到我们的首页一下，这儿点击一个刷新键，看一下这里我们就已经修改成功了，第二个板块就改好了。那么这里就展示了我们网站的一些政策。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先继续来改我们的第三个板块。来，我们回到这个 Elementor 鼠标往下滑。接下来这个板块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热销产品的一个展示区，那你的顾客可以直接从这里购买这些产品。我们直接在这边来进行一个修改。首先我们要改的就是上面的这个标题，我们这里点击这个笔，把它直接改成一个中文的一个热销产品。鼠标往下滑，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有很多的产品，我们点击一下这个笔。那这里你可以看到它这儿有一个减码，也就是一个代码。那么等会儿我来教大家怎么样来修改这个代码，在这里来展示这些热销的产品。那么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会儿来改。接着我们鼠标往下滑，这里你可以看到它这儿有一个树叶。那这个图片如果说你不要，可以直接把它删除啊，或者说我们点一下这个笔，我们来把这个给它换一下，选择图像，那我们换成跟上面一样的一个图片，让它看起来风格一致。那我们点这个，把它插入进来。OK， 可以看到这儿就换成这个图片了。那么我们往上拉，可以看到它这儿也是这个，那这样就图片一致了。那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它有3个容器，那它是分别展示产品的一个分类。这儿我们也来改一下，那怎么改？我们点击这里可以看到每一个容器这儿都会有一个笔，它也是有标题、有按钮、有图片。首先我们比如说我们先来改这个图片。点到这个容器，我们先改上面的文字，比如这儿我点这个笔，把这个标题改成一个落地灯，下面这里输入一个产品的描述，这儿这个按钮我把它改一下，就改成一个立即购买。那改成立即购买之后，下面你还可以放一个链接，你可以把这个产品的链接直接放到这个下面，当有人点击这个立即购买，它就会直接跳转到落地灯的这个页面。等会儿我们可以回来把这个链接给它添加进去。那么这个图片这里怎么改？这儿我们单独改可能是没法改，我们要点击一下整个容器，这里有个背景覆盖，可以看到在这里这个图片就显示在这里。我们点选择图像，我直接把它添加进来，所以这儿我就把它变成了一个落地灯的这样的一个图片。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可以放置3款产品，但是我想在这儿多放置1款怎么办？那我想要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点击这里的一个容器，点一个鼠标的一个右键，在这儿有一个复制到此对象下，那么我们就直接点击它，可以看到这里就直接复制了一个。接下来同样的方法，我们来改一下里面的相关内容。接下来这里这个落地灯把它改成一个台灯，一个简单的描述。那么这个是一个吊灯，你可以写英文也可以写中文。这是一个壁灯。改完之后，接下来我们来改图片，点这个容器，点样式，背景覆盖，接下来选择图片。那这个是台灯，接下来这一个点这里，这是一个吊灯，接下来是一个壁灯。点这个容器，改的方法都差不多。壁灯，还有这上面的改一下，这个按钮上面也改一下，改成立即购买。那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文字和图片都已经修改成功了。改好之后，我们点击右上角的这一个发布按钮。那么我们还是回到前台来刷新来看一下。这儿我们鼠标往下滑，可以看到再往下滑，那么这里就改好了。这个是我们所有相关的一些产品分类。
当你的顾客他点击一个分类的时候，他点击立即购买，点这个按钮就可以进入到每个产品的类别里面去进行购买。鼠标往下滑，那下面这个板块它是非常适合来放置一个优惠券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对这个板块呢，对下面一个板块进行一个修改。那么我们还是回到 Elementor 的一个编辑页面。那我们先来修改一下这个板块的背景颜色，点这6个点样式，这儿有个背景覆盖。那么我们点6个点之后，可以看到这个样式这里有一个颜色，它是显示的这个颜色。那么这个颜色我们把它变成跟这个按钮一样的颜色，这儿我们直接输入这个代码。接下来我们就对内容进行一下修改。那么这儿我们点击这个笔，这里就是一个优惠活动，比如说新顾客首单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这个文本的颜色我觉得它有点不是很显眼，我点这个样式排版，下面有个文本的颜色，这儿我点一下它，我让它用一个黑色的，这个比较显眼一点。好，后面这里改成一个立即领取，这个按钮你可以选择要，也可以选择不要，不要你就直接点个无。那我们再点这个笔，点样式，我们把这个文本给它变大一点，点击这个排版，这儿比如说20有点大，点个18，让它大一点看一下。那旁边的图标我们就把它去掉了，就不需要。那么这个按钮的颜色可以看到它根本看不见，我们这儿点一下这个笔，这个按钮的这个颜色，这里我们点一下这里，把它变成一个红色，这样可以吸引大家的一个注意。最后我们把这个按钮来给它居中，这里有个居中，让它居中。下面我们可以填写一个优惠券的一个代码，这儿我们点这个笔，可以使用折扣码，比如说这个折扣码是小鱼儿可享是85折。OK， 这里把它填写一下就 OK 了。那中间是你的折扣码，那这个折扣码后面我会告诉大家怎样来创建这样的一个优惠券的一个折扣码。现在我们把新客户，我们也把它居中，点一下旁边的这个笔，这里我们点居中 ，OK， 让它居中。这里我们点一个发布，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前台来看一下，刷新一下。可以看到这里了，新客户首单可享85折优惠，这里是我的一个优惠代码，这里还有一个按钮。那么后面会教大家怎么样在这个按钮上面来添加链接。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下一个板块，那这里它就是单纯的展示一些产品。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区域来给它显示一些打折的产品。那我们回到 Elementor 的一个后台来进行一个编辑，这儿标题这儿我们就把它改成一个折扣产品，后面你有一些打折的产品都可以把它放置展示在这个区域。那下面这里你点这个笔，这里它同样还是一个减码，一个短代码，等会儿我们再来修改。这里就显示一些打折的商品，这样你的网店有任何打折的商品，你就把它放置到这里来。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区域，这里是一个顾客的一个用户的一个体验，这个区域你想要就要，不想要了你可以直接编辑这个容器，可以把它整个给删除。那么这个区域如果说你不想要，你可以首先点击右键可以把它删除，同时你还可以更简单一点，直接点击这个叉，把整个容器这一个部分给它全部删除。那如果说我想在这个区域内新加一个新的模块，添加一个新的一个板块怎么办？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它都会有一个加号，每一个区域这里都有一个加号。比如说我想在这个区域添加一个新的，那我们点击这儿还有一个加号，点击一个弹性盒，这儿选择一个方向，你的结构，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单向的，有2项的，有4项、5项的这种结构的，我们比如说选一个单的。接下来我们鼠标回到左上角点这里添加元素，你想加一些什么进来？比如说我想加一个标题，那你直接把标题拖过来，或者说我在标题下面还想加一个视频，我们就把这个视频给它拖过来放到这个下面，这里你可以把你的视频直接给它导入进来。在这里可以来修改标题，在这里你可以来点击笔来，可以到这边来把你的视频的链接来给它放置进来。你想加任何都可以，这个不要了，我们就点击这个笔直接把它删除。那我还想要加，可以看到左边它有一些元素，有一些简单的，有专业的，那下面往下拉，这里还有一些常规的，比如说一个计数器、进度条这些等等，这些都有。比如说这儿还有减码也是有的，那你只需要把这些不同的元素直接拖拽过来就可以了，就可以实现你想要的一些功能。那么简单去里面编辑一下，那这个就是我们自行创建一个模块的一个方法。
同样还有一些简单的方法，你不用一块一块来拖。那比如说我们鼠标往上拉，你可以看到这上面这些区域，比如说你喜欢哪一个区域，那像这个区域，我觉得这个区域挺好的，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可以看到这里6个点，点一个鼠标的一个右键，那么这里有一个复制到此对象下，我们点一下它，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它复制出来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一个板块。那这儿我们只需要进来更改这个里面的一些相关内容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把这些板块里面这些图片给它删除，添加一些新的进来就可以了。那比如说这是一个热销产品，我改一下它，比如说这里我把它改成一个新品上市，那你可以放一些新品进来。我就想在这个区域展示一些最新的商品，同样点这个笔，它这里面有一个解码，这个解码后面再告诉大家，这儿就展示你网店里面的一些新产品。那这个区域如果说你不要，我们就直接点击刚才自己搭建的，直接给它删除。那么我们添加的这个板块可以看到它的背景颜色和上面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区分。我们可以点一下这里，点击这个区域的6个点，点击这个样式，可以看到这个颜色，这里我们把这个背景颜色给它换一下，点击这个颜色，比如说我找一个灰色的，那我这儿用了一点浅浅的颜色，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是白色，下面是带一点这种米白色的，这个颜色还是不是太好区分。那么我再看一下，那这个是一个象牙白，这个就稍微要明显一点了，可以看一下我背景颜色，这样它就可以让它2个板块有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不同的一个板块。那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点击这个6个点，如果你觉得这上下的距离太宽，点完6个点之后，我们点这个高级设置，那这儿有一个类距，这个值我们把它先取消，这个居下我们给它变成一个20，上我们也给它变成个40。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上面呢，它就没有刚才那么宽了。这个板块和板块之间它的距离我们是可以调整的，这个也是，比如说这里点一个高级那个居上，可以这里空白的比较多，比如说我改成一个60，那这里就没有那么宽了。改好之后，我们再点击一个发布按钮，那我们再到前台来看一下。可以看到往上拉，这是我刚才加的一个新品上市，这个是热销产品，它是一个白底的，那么新品它是这个象牙白的一个底色。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 Elementor 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板块，那就是一个合作品牌的这样一个板块。我们回到 Elementor， 鼠标往下拉，这个区域不要，我们可以直接给它删除。那这就是一个品牌合作的一个板块。首先我们到这儿来给它把这个标题给它改一下，给它改成一个合作品牌。那么这个合作品牌这里改好了，这个改好之后，我们把这个字稍微给它改大一点，点样式。排版这里文字我们给它改成25，跟这边这个字体差不多大小就可以。好，那接下来这里后面是这些品牌的一个 logo， 这里你可以点这个笔，你可以看到这里面一共是有1、2、3、4，这里面是有5个品牌，你想改可以点击每一个上面的笔来进行修改。那你想删除，这里也有一个删除。那么这里我们就先不把它删除掉，我们就保持原有的图片。如果说你有相关的一些合作品牌，那你可以直接来改。接下来我想在这个像这里给它添加一个分割线，那我们鼠标回到左边，点击这个加号，添加元素，找到这个分割线，好，把它拖过来放在这个的上面。这儿可以看到是一条实线，我们还是把它选择成一个虚线，还是点这个样式跟前面一样，改成一个4，那么改成一个5也是可以的，让它更粗一点。 OK， 那这也就让它上下来有一个分割的一个感觉。好，这儿呢我们点击一个发布，我们再回到首页前台来看一下。那这儿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首页已经改好了，从我们的一个幻灯片的一个展示，再看到一个我们的一个网站的一些政策，再往下拉就是一些热销产品，那以及我们的一个新品上市的一个产品，以及我们产品的一个类别，下面我们的一个折扣，以及到我们的一个合作品牌。接下来我们除了整个网站除了首页，我们还有其他的页面，那我们来编辑一下其他的页面。比如说这上面有关于我们，有联系我们，这上面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about， 就是一个关于我们，那我们可以直接点击一下它，它会进入到这里，就是一个关于我们的页面。那这个页面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它是还没有经过任何修改的，
那么我们要修改这个页面，我们也需要使用这个 Elementor 来进行修改就可以了。那首先我们还是点击这里使用 Elementor 编辑，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 Elementor 的一个操作界面。那么同样的，其实更改的方法和首页还是一样的。这里我们来改，点击在后面的笔，把这个 About 改成一个关于我们。那这个图片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把它改成跟首页一样的图片。我们点击一下这儿，点这里选择图像，这里选择一款，选择一个图片，点击选择。那这个树叶这儿我们改一下，点击这个笔，把这个树叶还是给它改成这个小树叶。那么这个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我这儿直接让它帮我写一个关于我们的页面，知道吧？那这个就是简单介绍一下你的网店的一些内容，让你的顾客知道你的网店是干什么的，做什么的，销售什么的，你的理念是什么。那么我们就直接复制一下，点一下这个笔，上面是一个标题，下面是一个内容，再下面是一个理念，这我们就把它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把它粘贴进来，改一下。操作其实跟首页是一模一样的，你对每个板块进行修改就可以了。那么这里我们就把之前的内容改成我们自己相关的一些内容。下面这张是关于我们的图片，这儿我们还是点击这里一个删除，这儿我们直接点添加，这里我点上传，这儿我直接上传一张图片进来。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图片好像它跟这里稍微有一点不是很符合，这个图片有点窄。我们把下面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图片的分辨率，这下面把这个450给它改成一个700，点击一个应用，把这个图片给它变窄一点，这个图片的尺寸就刚刚好了。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它是整个有点往外突出去了，那我们需要把它往下移一点。当然这里我只上传了一张图片，如果说你想要轮播的效果，就像首页，那么你也同样可以多添加几张图片进来。那么我们来更改一下它的位置怎么改。我们先把这个图片给它调整一下，这儿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高级设置，可以看到上为什么它会突出去，因为可以看到它这里都已经-80了。这儿我们把这个地方给它改成一个25，或者说你改成一个30，改成15，可以看到我这儿改成15都可以，这样它就把整个图放回到这个容器里面来了。下面是一个评价，这儿我们需要一个评价，这里我就直接让 GPT 让它帮我写一个评价。如果说你有之前的一些好的评价，你可以直接把它粘贴过来。那这里点这个笔，把内容把它粘贴进来。这个比如说你的这个顾客是个男生或是女生，你这里可以直接上传他的头像。你可以看到这里这个评价的一个头像，还有一个它的一个名称，这里可以填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再改一下左边的，这里就是一个产品的一个认证，这里我们需要一个图片，这里我需要生成一张图片。那我这里小鱼儿可以看到我这里面使用的这些图片全是 AI 生成的，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小鱼儿用的生图工具叫 Midjourney。大家如果说你想要创建一些图片的话，也可以来试一下。所有这个 Midjourney 的一个便宜合租的链接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那我把这个提示词给它粘贴到这个里面。那么这儿我要一个1:1的尺寸。那你可以用 GPT， 也可以直接用 Midjourney， 也可以用 GPT， 它也能帮我们生成图片。可以看到这里已经生成好了，我直接点击下载。接下来这个图片这里我点这个笔，我直接来改一下这张图。OK， 这里直接点击选择，那么这儿产品认证这几个字就已经出来了。那么还需要一个口号，一个 slogan， 我这儿直接让 GPT 帮我写。这样我们就直接把它这里下面的这个标题权威认证，放心之选，我们的一个理念把它粘贴进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slogan， 这里点击这个笔，直接把它复制进来。好灯有保障，安心每一刻。这个大小如果觉得小了点，那我们把这个字体可以给它稍微的大一点点，50太大了，45这个大小差不多。这上面这个标题这个有点小了，点的这个内容排版改到20、25可以差不多。下面这里是展示你的网店的一些产品的类型，这里可以把它改一下，比如点这个笔，一个一个来改。这里文本，比如说我有台灯，再点下面一个笔灯，再点下面一个落地灯，再点下面一个儿童灯，再点下面一个，比如说还有一个
摄影灯。那后面也是一样的，可以看到其实后面这里它还少了一项，比如说我们想让它对称的情况下，我们直接点新增一个项目 OK， 那这里就整个让它这样，你就挨个来编辑就可以了。那下面在这里是一个按钮，这个区域主要是告诉我顾客你呢都有一些什么产品类别，你的产品有哪些类型，把它添加到这个列表里面来就可以了。那在这里我们可以展示所有的一个类别，下面这里是一个按钮，我们点击一下这个按钮，你可以改成查看更多，或者说立即购买都 OK。这个图标我们选择不要，这个图标不要。那么这里大家去改完，我这里只是演示一下怎么样去改。我们点击一个发布，中间这个区域我们还没有改，我是先带大家把下面这个区域改好了。其实中间这个区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它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板块，这个数字都是可以改的。我们先来改一下。那这个板块的这个颜色，我们先点这个6个点儿，这个颜色和我们的网站有些不匹配，我们先把这个背景颜色给它改一下。点击这个样式，这个颜色这里找到，把这个颜色代码布置进来。那就这个颜色，我们让它每一个地方的颜色要对称，要和我们整个网站匹配。接下来对每一个板块进行更改。首先我们把这里给它改成中文，这里我们点这个笔改成数据，说明一切。这里就展示你网站的一些数据。首先第一个数据，这里我们点这个笔，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计数器。那么我们可以改变它的是一个开始的数字，还有就是一个结束的数字，以及它滚动的一个速度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些更改。那么我们把它开始的数字改成个，我直接选中改成100，这儿结束的数字给它改成1000。那么这里它就会直接从100滚动数到1000。这里数字前缀和数字的后缀这里有一个加号，如果你不想要，你可以给它删除。下面有一个标题，这里给它改成中文，这儿我们改成每一份用心的选择，代表了已经有很多人选择了我们的这个产品。那接下来这个数据这里它是一个800家，这儿我写一个精选产品。第三个看一下，最后一个，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从1开始数到40，比如说我有数到20，这里也可以给它改成一个合作品牌。可以看到，那这个板块我们就已经修改好了，我们关于我们的整个页面就已经修改好了。那上面这个区域它的间距有点宽，我们点6个点，点击高级设置。那这个外距这里我们可以给它改一下，这个值给它取消。居上这里我们比如说输入个20，这个居下这里我改成20。那么这个内距这里我们把这个值给它取消。居上这里内距比如说改成50，这上面不要那么宽，50稍微有点窄，改成70，这里70就可以。居下也是一样，改成70，这样的一个宽度就差不多了。刚才这上面有点太空了，可以看到我们关于我们的区域就已经修改好了。那改好之后，我们点击一个发布，记得每一改好一个部分，你都点击发布保存一下。好了，这里一个关于我们的这个页面就已经修改好了。这个时候你可以来到首页，可以这儿我们可以直接复制这上面这个顶上，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链接。那么我们把这个 WP 这后面的不要，我们把前面的给它复制一下，在一个新窗口去打开，来到一个首页，我们点击上面关于我们。那这个可以看了，这个是我们刚才修改好的关于我们的页面，所有的都已经更改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改下一个页面，就是一个联系我们的页面。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上面的联系页面。如果说你觉得这个窗口开的太多，那么我们可以回到刚才关于我们的页面，我们在顶上中间这里点击这里一个倒三角，直接点击这里一个关于我联系我们，这样它就不会重新打开，它直接在当前的这个页面就展开这个了，就打开了。那么我们就继续在这里来编辑就可以了。那首先还是先改上面的文字，这儿改成一个联系我们，这里也是一样，点一下这个地方，把这个树叶给它改一下，改成我们选成一样的形状。接下来这里可以看到有3个板块。我们先点击第一个就是一个联系电话，你把你的这个电话给它输入到这里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同样这里它是一个邮箱，你把你的邮箱号给它输入到这里就可以了。第三个就是一个地址，把你的地址把它填到这个里面就可以了。每一个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区域改起来很方便，它后面都有一个笔，那你点一下你就可以，这里这个笔点一下你就可以直接来改。
那这个区域改好之后，你这里根据自己的情况填你自己的相关的信息就可以了。改好之后，我们又到下一个板块，在这里我们可以在这个中间这个板块添加一个谷歌的地图在这里面。当有顾客，他可以直接很直观的看到我们的这个地图上，我们的这个店是在哪个位置。那怎么把这个地图加上来？我们点击这里可以看到这儿有6个，点一下它。好，我们要添加一个新的板块，点这个加号，点这个弹性盒。那这儿我们就选择一个板块的就可以了。这些可以看到有2个结构的、3个结构、4个结构的都有，我们选一个结构的。中间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加号，那我们在这边呢左侧这里来找到一个谷歌地图。那这里可以看到这儿有个谷歌地图，我们直接鼠标按住一个鼠标的左键，把它直接拖过来。当这个粉色的线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放手。这个地图可以看到就添加进来了。添加进来之后，接下来我们可以在左边这里更改位置，比如说上海，或者说北京天安门，我这大概输一下。下面这里有一个，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地图它看起来太小了，那么你可以拉这个高度，你可以让这个地图把它放大一点，看一下这里你可以把它放大，也可以把它缩小。那你觉得这个差不多就可以。那你可以看到，当你输入哪一个地址，那比如说我在这里输入一个北京的一个王府井，那这个地图可以看到它正中间就会出现这个王府井的位置。好，那这里地图加好之后，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再来编辑下一个板块。那下一个板块它其实就是一个常见问题。那我们同样点击后面这个笔，把这里来给它改成一个常见问题。那么这里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个解决问题怎么写，直接让 GPT 交给 GPT 就可以了。这里首先我们点这个笔来改第一个，点一下左边这里可以看到，这里你把这个标题给它改一下。这个改的方法都是一样的，比如说第一个问题，下单后多久发货？这里有问有答，这个地方就告诉他们下单后多久发货。在这边来点，直接点左边这儿改第二个问题，配送范围。那么这儿直接把这里面的内容给它更改一下就行了。第三个问题，那我这里就快速的改一下，大家根据自己的品牌相关的来改啊。我们再改这边，全部给它改成一个中文。鼠标改完一个往下拉，就点第二个问题，然后在这里输入标题，还有最后一个问题。OK， 那这里可以看到全部都已经改完了。当有人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它下面会有一些答案在下面，它可以自己看这种常见问题，直接这样把它写好就可以了。那么它这里的这个元素就使用的是一个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它可以看到每一个里面可以放置3个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可以对这个标题和内容进行修改。那么这儿可以看到，如果说你的问题很多，比如说你做的内容它一些常见问题比较多，这6个可能不够解释，那么这里鼠标回到左边，这里还有个新增项目，你可以点一下，可以看它在这下面又新增了一个，不需要你也可以直接点 Ctrl 加 V 撤销掉就可以了。 OK， 这个可以看到你可以直接把它收回去的。想要添加可以直接在这里添加，你添加2、3个都没有问题。接下来如果说你想调整一下这个距离，可以看到这个常见问题和上面这个地图它的距离稍微有点近，那我们可以来改一下它的距离。我们点一下这里6个，点一个高级，你可以改它的外距和内距。比如说外距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把这个值给它取消，外距上我们改成50，那么这里就显得要宽一点。50如果觉得还不够宽，可以改成80，那么这儿就整个就间距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在下面再添加一个联系表单。那同样我们这儿还是点这个加号，点弹性盒，点一个，选一个结构。那么这儿我们再点中间这个加号，我们先给它拖一个标题过来，在左边这里输入一个联系表单，你也可以在前面加一个填写，点击这个样式给它居中。接下来我们在下面再添加一个元素，点击左边的这个添加元素，我们找到一个减码，鼠标往下拉，这儿有个减码，把它拖过来放在这个下面。这儿可以看到左边这里它需要一个减码，要填写一个代码。那这个代码，那么我们需要去获得一个代码才能把它粘贴过来。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网站的后台，找到左边的这边有一个插件，这里选择一个添加插件。在这个搜索插件这里，我们搜索一个 WP4， 那我们在这里搜索这个 WP4 ORMS， 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就是小熊的 logo， 这个是一款非常好用、非常实用的一款插件。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用它的人数已经超过600万了，并且它也是一个5星好评。这里我们就直接点击一个立即安装。
安装好之后直接点一个启用。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儿已经启用了，我们鼠标回到左边可以看到左边这里有个 WP4， 点一下它。鼠标可以看到中间这里就有一个创建你的表单，那我们就来创建我自己的第一个表单，点一下它。这里点一个 Let's Go， 就是一个选择模板，它这里面有很多模板，看一下，就是一个联系表单的一个模板。再往下可以看到它这里面还有一些付费的模板，如果你有需要也可以。那上面其实我们用个简单的模板就可以了。第三个简单联系表单就使用它，点一下使用。我们来对它呢进行一个内容的修改。首先是这个名称，这儿我们就直接给它改成你的名字。那下面这个点一下，当你的鼠标点到这个上面的时候，左边就会出现这儿改成一个你的邮箱。下面这里你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个下拉的一个选择。那怎么样添加一个板块？我们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个添加，点一下它。接着可以看到这里第二个，这里就是一个下拉。我们直接去把它拖过来，放在中间这个位置。OK， 这里就已经添加进来了。接下来我们点一下这里来改一下。那你要改哪一个区域，同样你就点中哪一个区域，你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修改。这个也非常的简单，我们点到这个下拉，在这儿给它改成一个要咨询什么问题。那这里让顾客有一个选择，有一些常见的问题，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里来写。比如说这里，比如说第一个它是一个订单问题，好，第二个这里是一个产品问题，那么第三个这里比如说是一个配送问题。那这如果说不够，你还可以这里可以看到有个添加，再继续加，比如说一个售后问题，售后服务，这里再接着加，比如说还有支付方式，还可以再接着加，比如说一个退货政策。这里当顾客点的时候，他就可以在这里面来查询这些问题。那这里填好，我们继续往下拉，下面这个必填给它打开，这里就成了一个必填。那这个地方我们点击来改一下，比如说这儿给它改成一个你的信息，当然这里也把它改成一个必填。好了，这里这个联系表单呢，我们就已经修改好了。我们点一下这个左边，点击中间的这一个高级设置，在这里我们可以改一下这个字体的大小。可以看到这里字段的大小，这些什么占位符这些都可以。这里我们先不改它，保持不变。接下来我们点左边的这里一个设置，我们现在主要是来检查一下其他的一个内容。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主题，这里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这里有个通知，那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是你在这个提交表单时发送的这个电子邮件，默认情况下这个电子邮件包含它的条目、详细信息、有关设置。那么这个默认的情况下，它会这个发件人看你要设定是哪个发件人，必须他要从哪个邮件发出。那这里你可以来设置一下。下面还有一个回复，比如说一个回复，这里也可以来填一下。那再往下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确认。当你的客户提交了这个联系表单之后，他会看到一个怎样的信息？那么这儿我们就可以自动的设置一个，当他提交之后，他会出现一个，他会立刻出现的一个信息。这里直接给它改成一个中文。当客人发送了一个邮件，他会收到一条我们的回复。那这些检查好之后，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点击上面的保存好之后，这儿我们直接给它关掉。接下来再次回到后台，这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它就出现了一个短代码。那我们就这里拿一个 Ctrl 加 C 复制一下，回到我们刚才的页面，把这个代码给它粘贴到这个里面来 ，Ctrl 加 V。OK， 那可以看到联系表单就已经出现在这里了。这里可以看到顾客他可以在这里可以来找到对应的问题，他可以直接填入他的一个信息。那么这里好了之后，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点击一个发布。那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前台来看一下，点击这个左上角查看站点，这儿直接找到联系我们。OK， 可以看到这个页面它其实非常的简洁，就是一些联系方式，有一个地图，有一个常见问题，这儿有一个联系表单，客户他会在这儿留下他的名字，留下他的邮箱，那包括他的问题，可以看到你可以把所有相关的问题全部编辑到里面，那他可以选择他的，比如说他选产品问题，把他的问题输入到这个里面，直接点击提交，提交之后，那我们也会回复他一条刚才大家所看到的，回他一条信息，谢谢你的联络，我会尽快与你联系。那我们这个页面已经
操作完成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编辑网站的一个页眉。我们回到我们的首页，大家看一下。首先我们那么我们网站的一个页脚和一个页尾，目前为止这下面我们都还是没有更改的，这个都是原模板上面自带的。那这儿我们要来对它进行一个修改。同样我们还是点击这个左上角的自定义，那点了自定义之后，它接下来就会到达一个操作的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会带我们来到这样的一个页面。这我们可以看到在左边这里它的功能，比如说这里有个页眉，那我们直接点击进来。接下来可以看到对应的这里有一个网站的标题和 logo， 我们直接点击进来。这里 logo 是这里可以看到它这个模板自带的 logo， 那我们现在要把它改成我们自己的一个 logo。这儿我们可以把它，你点一下这个图片，你可以直接替换。这里有个移除，把它移除也可以，直接替换也可以，更改 logo 也是可以。那我们直接把它移除。那移除之后，这里你可以直接选择一个 logo。这 logo 建议大家可以去创建一个与你品牌相关的一个 logo。那比如说，就像我的这个网站，它是跟这些灯有关系的，那小鱼呢就去做了一个 logo。那么我的 logo 是怎么做的？那我这里告诉一下大家，我的这个 logo 我用的是一个 AI 工具，这个图片它可以放心使用，没有版权。那我这里用到的这个生图工具，我自己通过提示生成出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logo。我个人感觉其实这个简洁还是非常不错。如果说你自己没有一个设计功底，那么我们也可以交给 AI 来尝试一下。如果说 AI 做不出你想要的效果了，那我们还可以再进行下一个方法。比如说这里我觉得这个 logo 还可以，这里我通过简单的提示，Midjourney 它就给我生成出来了这样的一个 logo。比如说这个我个人觉得还将就，比如说我把它这里直接点击放大，那我直接把它保存。保存好之后，这个后面它是带有一个背景的，我们不需要背景，我们只需要这个 logo 就可以了。那我这里会用的一个抠图工具，这儿我们直接把背景给它去除。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 Midjourney 生成出来的图片的效果还是可以。如果说你还没有 Midjourney 账号，那么描述也有一个便宜合作的账号，大家可以不妨来试一试。把你的，其实绘图真的很神奇，它可以把你的想法变成一个图片。那么这个如果说你自己去做图，你很难做出来这样的一个效果。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上面这个都是用 Midjourney 生成出来的，这些台灯这些我都是用 Midjourney 生成出来的，所有图片都是 AI 制作的。那么 Midjourney 现在它的一个 V7出来了，V7版本真的非常的高清，它更能理解到我们的一个意思，你的意思表达的详细，那么生成出来的图片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如果还有朋友你还不会使用 Midjourney 的，之前小鱼儿也有出过 Midjourney 的一个新手教程，这里我会把相关的新手教程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大家可以去找到链接，在一个窗口去打开，你就可以看到一些详细的 Midjourney 的一个教程。好，我们看一下这里已经去除了，那我们直接点击一个下载，点击免费的。那接下来这里选择 logo， 点击选择文件，那把这个传进来。其实这个 logo 我只是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当然如果说你要做品牌，要做自己的一个，这里它会让你，比如说这里的图片大了，它会让你裁剪，这儿我们不用管它，我们直接跳过这个裁剪，直接跳过裁剪。那可以看到现在我的这个 logo 就出现在这个位置了。如果说你对 logo 的要求比较严格，它毕竟代表着我们的一个网站的一个形象，那这里大家推荐大家一个工具。那么这个 Fiverr 上面是人才辈出，它里面各种人才，你可以花钱找他们帮忙，他能给你制造出你想要的这种非常有设计感的一些 logo。那么这里你可以直接来到这里面，在这里来选择一个 logo 设计，可以看到它是20万加的一个 logo， 在这里面你可以把你的想法，你想要的一个结果直接告诉他。可以看到像这个有1000加 4.8 的一个评分，这些都是一些比如说这个人，那么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进来，你可以联系他。在这里英文不好的朋友建议大家安装一个沉浸式翻译。那么可以看到它会设计这种 3D 的标志，设计你公司的一个标志品牌 logo。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种图片，你可以直接与它联系。这儿可以看到它有直接联系它，那这儿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告诉他，这儿有一些相关的价格你也可以直接去和他联系哈。它有一些这个制作好了之后，这个就是你这个网站的长期的一个标识。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设计师还是非常不错的，他已经有上千2000多人找他做过设计，并且目前还有7个人正在订单排队中。大家可以来，如果说你也想用这个 Fiverr 来找人帮你设计，那么这里 Fiverr 的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好，接下来那我们这里 logo 已经改好了，当然这下面 logo 的一个宽度这些都是可以改的，你比如说150，你可以给它改成
改的再大一点，宽度这些改好之后，这里点一个发布。接下来我们鼠标回到这里，点击这儿一个返回键，左侧里。那这里下面可以看到有账户、有购物车、有主菜单、有2级菜单，它这里都是对应的。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比如说这个账户就是购物车，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购物车，你想改哪一个你就点哪一个。我们只需要点击到相对应的部分，那就可以来改了。比如说我们先找到这个2级菜单，点一下它，看到这里有一个，从这里配置菜单点击进去，找到这里2级菜单，点击这里有一个编辑菜单。目前可以看到这里我们有2个页面，一个是关于我们，一个是联系我们。这个菜单这里有一个下拉符号，这里我们点一下它，可以来修改这个标题。比如说这个是关于我们，把它改成中文，这里点击返回。接下来改下面这一个，点击这个下拉，这里给它改成一个联系我们，这里把它点击返回，这里可以看到左边这儿它就变成了一个中文。那除了这2个页面，这儿我们还想要加一个页面，比如说还有一个首页，在这里直接点击这个添加项目，第一个可以这个 home 就是首页，点一下添加，这里可以看到它就直接加进来了。我们还是一样的，直接点这个下拉，把这里给它改成一个首页，这里首页就出来了。那这个点击收回，那么我们把这个给它往上挪，这个位置也是可以拖动的，把它挪到我们的这个前面来。OK， 首页就在这个出现在最前面了。好，接下来我们这个2级菜单里面就有3个页面了，一个首页，一个关于我们，一个联系我们。那这里我们就保存一下，这里点击一个发布。那发布之后，我们还是点击这个三角，再点一个返回。接下来点击这个页眉，那么我们可以再来修改一下这个车。购物车可以看到这里选择标识，它有这种，有这种，还有这种。那我们把它选成这种购物车的这种。啊，你选好之后，这边就改掉了，在右上角这里购物车就改成这个购物车了。这个图标改好之后，下面这里有显示购物车的系数，比如说它这里面有几件，那有几件它就会在这里面显示。那么隐藏购物车的技术标签，那当购物车里面是空的时候，它就不会显示，而是显示一个空的购物车。那你可以启用这个选项。当你打开的时候，这里就没有这个价格，你关掉的时候，这个价格就会出现在这里。这我们也可以把它关掉，这里不出现这个价格。再往下可以看到购物车的点击，那么购物车点击操作，那当顾客有点到这个购物车，它是属于滑入，它可以选择从左边或者从右边，还有它的滑入购物车的一个宽度都可以在这里调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先保持不变，我们点击这里上面一个发布。好，接下来鼠标往上拉，再点一个返回。这个时候我们找到这个账户，这里点击进来。那这里这个头像可以看到，这里你可以使用头像，也可以使用图标，还可以使用文本。比如说这里你可以选择图标，你也可以选择这个文本。当你选文本的时候，它这里就是显示的是个英文文本。选头像，它会出现你的头像。那这里你可以选择图标。那图标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头这个形状的。那这个位置就是顾客，他可以点击这里来登录他自己的一个账户。同样，如果说你不想让你的客户在这里来创建账户，那你可以把它删除。那我们鼠标往下滑，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个账户，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点这个叉把它给删除掉，也是可以的。那么这删除掉之后，那这个元素它就不会存在了。你想删除任何一个都可以，可以看到这里2级菜单你也可以删除，这个购物车你也可以删除。接下来改好之后，我们点击一个发布，再点击一个返回，接下来就是一个主菜单。那么这个主菜单就是我们这个 logo 旁边的这个就叫一个主菜单。那这个主菜单这里它是放置了一些产品的分类，这我们等一下创建好产品分类之后再回来修改这个部分。这里 logo 我们已经改好了，接下来我们就不用管它。那这儿全部改好之后，我们就直接点这个叉把它关掉。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首页，鼠标往下滑，滑到最底部我们的一个页脚的一个页脚的一个部分。我们找到这里一个页脚，进来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鼠标一直往下拉，一直拉到底。这儿就是我们的一个页脚部分。那其实可以看到这个页脚这里它用了非常多的一些小工具。我个人觉得，其实我们做网站这个首页一定要简洁，它这个页脚就搞得有一些复杂了。那这些不需要，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关掉。这些小工具都在这个下面，它会有一个板块，这儿我们直接把这些给它删除掉，点击这个叉。
全部把它删除。那这里我们只需要留下最底下的，这里有一个版权和一个社交媒体的一个图标，也就是一个搜索社交媒体的一个链接。首先这儿页脚背景的颜色你也可以改，那这儿我们直接点击这里的笔。那么我们找到这边的一个设计部分，鼠标回到左边，这儿有个设计，点一下它，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背景。那这个背景它使用的是一个黑色的，它跟我们整个网站有些不搭，我们还是需要把它换成一个。那么颜色这里背景这里，那我点击这个后面还是要改一下，让它改成这个颜色。这个字体它就不是那么明显，但是也看得见。改好这个颜色，点一个发布。接下来你可以改一下这里面的文字，这儿比如说这里点一个返回，这里有个版权，这个版权这里还是可以的，这个地方没必要改。那我们再点一个返回这里有一个社交媒体，可以看到这儿呢，你有什么，比如说你有 Facebook， 比如 IG 这些，你可以把它加进来。比如说你还有这儿可以像这个没有，比如说这个没有，你可以把它删除这儿删不出，这儿有个眼睛直接就不显示了。在这里我们直接添一个新的，比如我在这儿添一个 YouTuber， 这儿图标给它改一下，这儿我们选一个 YouTuber 的一个图标，可以看到这儿就换了一个图标了。那这里比如说你有一个油管的一个地址，那比如说就像小鱼，我可以把我的这个网址这个域名给它粘贴过来，把这个网址加入到这个里面。当有人点击这个地方，它会直接跳转到你的油管频道。那比如说或者现在比较点击收回去比较火的，现在比如说微信，这里也可以找个微信的一个图标，可以在这上面搜索，非常的方便。在微信的图标，这里可以看到这儿在微信也出来了，这个油管也出来了。相关链接你点开它就可以在下面加一个链接， Facebook 也是一样，你可以在这个下面加一个链接。不需要的这里你可以直接用这个眼睛把它关掉就可以了，它就不会显示，就隐藏起来了。好了，这里没有问题，直接点击这里发布就可以了。修改好我们的页脚之后，可以看到我们的页脚就简单明了，我们的页眉也是一样，这儿我们就直接可以把它先关掉。这个时候它又回到我们的前台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像这边我们的一个文字就改好了，这个都改成一个中文字幕，包括购物车也改成了购物车的这个车的这个图标，在后面的这个账户的图标我也把它换掉了。我们鼠标拉到底可以看到我们的下面的一个版权和我们的一个社交媒体的账号。OK， 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视频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喜欢小鱼儿记得在这里可以订阅小鱼儿的频道，那这样有任何问题大家也可以在描述栏给我留言。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那视频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了，教大家怎么样创建这个网店。那我们本身开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卖产品的一个网店。那么我们点击这个 Everything， 这个就是我们网店的一个页面了。那我们来看一下，那接下来呢教大家怎么样来修改这个网店的页面，修改里面的一个内容，还有它的一个外观。那这我们还是点击鼠标往上拉，点击这个自定义，我们就进入到了这个网店的页面。首先我们先看左边这里，它有一个容器的一个布局，那这是整个容器的一个布局。鼠标再往下滑，这个是侧边栏的一个布局，就是我们的侧边栏。那么侧边栏布局有几种，这个是可以看到它是显示在左边有一个侧边栏，这个它是显示在右边有一个侧边栏。那么这个它就是没有侧边栏，直接选择一个没有边栏，这样这个网店就看起来更加的简洁。我们这可以测试一下，你直接选中它就可以了。其实现在做网站真的很容易，因为这些它都已经布局了，这些都已经帮我们设计好了，那你只需要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它接下来它显示的就是这个样子的。那鼠标再往下滑就是一个商店的一个布局。首先那里的商店这里可以看到它显示的是3列，在这儿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4列，它会在这里显示4款产品。每一页的产品数量这里我们把它改成一个12，说这个里面可以显示多少个产品。那如果说你的产品很多，你可以把它改成22、32都可以。接下来鼠标再往下滑，接下来这里是商店的一个显示选项。那这里你的商店你是想要显示产品，你还是要显示分类？比如说如果说我这里选择一个显示分类，它出现了这里2个分类，直接就会这样子显示，那么整个看起来就不是很美观了。那这儿我们还是选择这个显示产品。那这样你的客户进入到商店之后，他就可以看到不同的产品，但是分类它就显示不出来产品。下面这个分类显示，
如果说你有一些分类，分类下面还有一些子分类，就比如说有子菜单，那它就会可以看到这里面显示子类别与产品。那么分类显示，你可以显示，也可以显示产品。接下来就是一个产品的排序，鼠标往下拉，你可以点开这个下拉菜单，它也可以按照默认的排序，可以每月按照销售排序，也可以平均的，也可以按照最新的排序，也可以按价格排序。这里可以按照每个月销售量来进行一个排序，销售最好的一个商品。接下来是一个商店卡片的一个结构。那在这里看到的，它显示出来这个产品上面它显示的有一些内容，比如说显示了一个产品的分类，会显示产品的标题。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产品的分类，还有一个产品的标题。这个位置我箭头指的就是这个产品的标题，会显一个评级，这里中间有一个几颗星，这里会显示一个价格。这儿如果说你不想显示，比如说这个评级几颗星我不想显示，我们点这个眼睛直接把它隐藏掉。 OK， 可以看到现在就没有了。还有下面这个价格，那这个价格它就是必须显示的。那如果说你不想显示这个分类，那么你也可以把这个分类给它关掉。 OK， 那就是显示一个标题和一个价格。那下面有一个简要描述，这个简要描述就没必要显示。最后一个，这里有一个添加到购物车的这样的一个按钮，那么我们这里把它点击打开，你可以看到这儿就会出现一个购物车的一个按钮。我们鼠标往上拉，当然这个分类你也可以把它打开。接下来我们鼠标往上滑，滑到最上面，这里有一个产品，那么这里有一个产品 Title， 这里就是鼠标往上拉到，这里就是一个商店页面。这我们要是开启它，它就是使用了一个非常简洁的商店页面的标题。这我们直接把它打开，打开之后可以看到，那现在就只有这样一个简洁的这样的一个显示标题。那这里改好之后，我们就点击左上角的一个发布按钮，这个时候我们点击这个叉关掉。那我们再来到一个前台来看一下，这儿我们点击一个刷新键，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商店的页面就变成我们修改的这个样子。那它有一个不同的列数可以看到，这里当顾客这里点击这里产品的一个排序，这里可以看到它可以，他想看什么产品呢，他都可以从这里面来选择，比如说想要按价格也可以，想要按照最新也是可以的。好，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它这里是可以搜索产品，也可以这里有一个价格，可以按价格来选择。那可以看刚才没有刷新，其实我这个页面现在非常的简洁，它是没有一个侧边栏了，因为刚才没有更新，现在更新之后你可以看到它这儿是很简洁的一个显示方式，这里就只有一个按照什么来进行一个搜索，接下来这些就是一些产品了。那么每列摆放了4个产品。那这个页面完成之后，接下来我们就点击其中的一个产品，那我们进入到单个产品的页面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单个产品的页面，它这个页面上面它显示的我们也需要来修改一下。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这个单个产品的这个页面，那我们来修改一下这个单个产品的一些外观这些布局。这里还是直接点击左上角这一个自定义，那么我们进入到一个单个产品的一个修改界面，这个可以看到这儿，我们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显示的就是一个单个产品。那这下面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结构非常的简单，这是一个容器的布局，一个容器的样式。侧面呢，它显示的是一些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单个产品的一个结构。那首先它显示了一个标题，这是一个标题，还有一个评级，还有一个价格，这里有一个简要的描述，还有一个添加到购物车，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购物车，还有这个 mentor， 这个就是显示这里产品的一个分类。下面还有一个可以看到有一个分类目录，那这里我们也可以给它打开。打开它会出现在这个位置，在这里它会把这个产品的分类也显示出来，这样就更方便客户来找到这个产品。那最后一个，这个是一个付款的一个按钮，我们也可以给它打开。那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这边它的一个付款方式就会显示在这里，鼠标往下滑，这里有一个产品选项启用面包靴导航，那这个我们把它打开，可以看到这里我们把它点击打开，我们鼠标我们往上拉，启用打开之后，可以看到它会显示在这里，顾客他可以通过进入首页，再通过这个页面，最后来进入到这个产品的页面，它是会显示它的一个路径。下面还有一个启用物流文本，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价格的旁边这里有个 FREE，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关掉，这个可以不用显示。到时候我们会去设置这个产品的一个配送，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一个启用置顶
添加到购物车，这个我们可以给它打开。打开之后，下面往下拉，可以选择顶部，也可以选择底部。那么这里它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可以看到，当我们在滑动的时候，上面这个购物车它还是会出现在这里。比如说你的购物车里面有几件商品，价格这些都会显示在这里。这个页面它是不会被覆盖的，它会不断的置顶在顶上，这里一直都会看到购物车显示在这里。好，这里保存，这里单个产品设计好之后，这我们直接点一个发布。接下来我们鼠标往上拉，点击这里一个返回键。这我们继续可以看到来设置一下WooCommerce自定义。那这里我们把单个产品设置完了之后，下面还有一些其他的设置，比如说购物车结账、其他设置等等。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图片，这个产品图片我们直接点进来，这就是可以修改这个产品的页面。每个产品上面它图片的宽度可以看到，主图的宽度是600，这个就相当于是我们的主图。下面是一个缩略图的宽度，那这里我们把它全部给它改成一个600。这个下面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将会被裁剪成一个方形，就是1:1正方形的这样的一个尺寸。修改好之后，这我们还是点一个发布，接下来再点一个返回。那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购物车，这个购物车这里有一个购物车的一个按钮文本。这个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英文的一个文本，如果说你要把它改成其他语言，你可以使用下面的这一个启用交叉销售。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在这个购物车的界面，这个客户可以看到一些跟这个产品相关的这些产品，它也会显示出来。那这个还是可以的。那么如果说你想修改这个按钮的文本，你可以在这个里面进行一个修改。这儿好了之后，这里我们就把它点击一个发布，接下来再点一个返回，我们来到这个结账页面。那这里你可以看到那里的客户需要填的一些信息，比如说账单详情，他需要填他的名字、姓、来自的国家、他的一个地址，这些资料都可以在这边来更改。比如说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可选的、可填的，也可以不填的。那如果说像这种用星号突出必须，就像这种带星号的，它就是属于必填。如果说你不想让它必填，那么你也可以把这个给它取消掉。OK， 可以看到这上面的星号全部都去掉了，但是地址如果说是做跨境电商，这个地址是必填的，所以这里一定要把它勾上。大家知道是这么个设置方法就可以了。那下面这个隐私政策，这里面你也可以等等，这里面你都可以来进行一系列的更改。目前我们就保持这个不变，改好之后还是点一个发布，再点一个返回。最后这里我们点一下，这下面有一个商店通知。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在你的商店上面可以让它显示一个通知，可以告诉你的顾客一些重要的信息，比如说是什么节日、什么活动，就可以把这些重要的信息可以把它启用这个通知。这儿比如说这里我告诉我的新客户，那么这里比如说新客户首次购买了可以享受85折优惠，那这里我们给它点击一个开启。那开启之后，你是想让它显示在哪个位置？那么你是想让它显示在这个顶部，还是想让它显示在底部？这里其实最好的位置就是这个顶部，进来的第一眼就能看到。这里我们就选择让它显示在顶部，挂在上面，这个也是可以。那这里可以看到它的背景颜色，这个颜色和我们网站不太匹配。接下来我要把这个颜色给它替换一下。这里我们就点这个颜色，这里把它输入到这个后面，可以看到这里选择第二个，把这个颜色给它输入进来，这里颜色就改变了。这样我们就点一个发布，这个地方最好选择挂在上面。那这个选择挂在上面，它就不会把网站的页眉的部分盖住。选好之后点击发布，那这样我们一个 WooCommerce 的这些设置就已经全部改好了。那我们先把这个自定义给它关掉。这个时候回到我们网站的前台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个产品，这儿我们刷新一下，可以看到在这里，那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下面的一些相关产品，这个就是一个交叉销售的一个功能，它会在下面显示其他的产品。当你的顾客他买完这个产品，发现下面的产品也有需要的，他可以一并把它带走。上面这里可以看到一个付款方式，这儿有个购物车，有标题，有一个简要的描述。这个新顾客首次享受85折优惠，可以看到它也是出现在我们的最顶上。接下来我就来教大家怎样给这个网站添加一个分类。那如果说你是在前台，你直接点击左边的这个 W， 它会自动的带你回到后台。鼠标回到后台之后，我们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一个产品，在这个产品下面这里有一个分类，点一下它。对于一个销售型的网站来说，添加产品的类别它是至关重要的，是这样它会方便你的客户能够快速的找到这个产品。我们鼠标往下拉，在这里它有给我们自动的添加
产品的一个分类。那么这里我们不需要，这儿我们先把它删除掉，点击这里一个删除，它是没有办法删除的，是不能够删除的。如果说你的网店有任何没有分类的产品，它会自动的把它归类到这个里面。那现在我们来添加分类，那么我们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添加新分类，这儿比如说一个吸顶灯，下面这里你可以给这个产品一个简短的描述，给它添加一个描述。下面这儿我们鼠标往下拉，这里给它上传一张图片，这里你就上传一个这个产品的一个分类图，直接点击下面这个添加新分类。接下来我再来一个分类，继续用同样的方法，比如说一个壁灯，那么再上传一张图片，添加新分类。接下来还有一个落地灯，上传一个图片，添加新分类。那接下来我还有一个吊灯，你的产品有多少分类，你就来写多少。好，可以看到我这边的分类已经填写好了。那我这里添加了5个不同的分类，那你只需要用同样的方法在这里来添加更多的分类就可以了。比如说，如果说你卖的是衣服，或者说是什么夏装、冬装、秋装，或者是上装，或者是裙装，或者背带裙，可能有很多分类，那你直接在这里来填写就可以了，先给它添加一些分类。那么接下来教大家如何添加新的产品。那我们还是回到左边这个 WooCommerce 下面，这里有个添加新产品。那在添加新产品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里面全部产品，它里面有一些什么产品。因为我们在安装WordPress这个主题的时候，系统它已经自动的给我们导入了非常多的样板的产品。那么这里我们不需要，要把它先给它删掉。可以看一下这里面这些，点击批量操作，这儿全选，选好之后，在这里把它填写移动至回收站，点击一个应用，这样全部的产品就删除掉了。好，接下来我们鼠标往上看，在这里产品这儿就有个添加新产品，点击一下，接下来就到了，我们把它先关一下，到了添加产品的这个页面了。首先我们要添加一个名称，比如说你这个灯叫什么名称，这儿比如说我写一个儿童专用灯，这里需要一个产品描述，这里我们需要一个产品描述，回到 GPT， 给我一个儿童专用灯产品描述和，那我再看一下这里，它除了产品描述，下面还有一个产品简短描述。那这儿最好是，如果说你有图，你给它点击这个加号，给它添加一个图片，这儿最好上传一张图片，它会根据图片给我一个儿童专用灯的产品描述和简短描述，直接发送给 GPT。那这个产品描述这儿我们直接粘贴一下，这里它是根据我们提供的图片给我们的描述，这样就会更加的准确。把这个产品描述给它添加进来。下面还有一个简短描述，这个是一个简短描述。那么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段落，在这个产品描述里面，比如说你想给哪一段文字，比如说想给它加粗，这上面有个加粗，看一下它就会加粗。还有这里面可以让它左对齐右对齐居中。那么你还可以在这个里面还可以加一级标题这些等等，还可以在这个里面添加图片，可以看到这儿，比如说添加媒体，你还可以在这里面上传一张图片进来，可以看到这里它就会出现在这个描述栏里面。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加。那这里产品的一个你想对它进行一些编辑，你可以到上面来看一下这里面的一些，比如说还可以插入一个链接。那比如说我想在产品详情页这里，我想给它加一个，那我还可以在这里加一个链接。那你提到某一个产品的时候，那你可以把链接也加在这个上面，当有人点到这个字的时候，它会自动跳转到这个产品的页面。那么这儿可以看到有一个永久链接，这里我们点一个编辑，那这个后面给它改成一个英文不好的朋友可以和我一样，这里可以安装一个这种谷歌翻译，直接把英文填在这个里面，点一个确定。好，这里鼠标接着往下拉，那接下来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产品的数据，可以看到选的有单个产品，有组合产品有可变产品。现在我们选择一个单个产品，首先点常规就是一个价格59，那比如说我现在来搞活动，给它搞成一个39，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价格，这个就是一个活动的价格。那你还可以点这个计划，那你这个促销的活动，那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结束，这里你可以把这个日期给它填进去，你打折也好，你直接优惠也好。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库存，这里有个 SKU， 它是用来更方便管
管理你的这个产品。接下来这里有个库存的管理，那这里我们勾选一下跟踪库存，那这里比如说有50个，我就写50个。你是否允许缺货销售？允许就可以填允许，不允许但是要填不允许。那库存不足的时候，那你要几个开始提醒你，还有3个的时候我就让它提醒。下面还有一个单独出售，那每个订单限购1个商品，那你需不需要有这么一个限制？如果需要，你可以把这个给它勾上，就相当于是限购。接下来呢，再点击看一下这个配送。那比如说一个灯的重量，这里你可以把它填一下，一个灯的重量，还有它的尺寸这些。如果说你的产品有尺寸，你可以把这个尺寸给它填一下，记得它这个尺寸是一个英寸，不是厘米。那下面这个是一个运费，那么这个运费目前这里还没有，等一下呢我们要来设置这个运费。接下来我们就点一下，这里有个连锁产品，这个连锁产品是一个交叉销售这样的一个功能。那目前为止现在只有这一款商品，所以说这里没有选择。那这个连锁产品就相当于是在产品的页面下面可以显示其他相关的产品。那现在是第一款产品，这里不显示，还没有其他产品，所以这里没有办法交叉销售。那下面这里等一会儿我们在添加多2款产品的时候，这个购物车的这个页面就会显示出来一些相关的产品，这样能进行一个相关联。等一会儿我们上第2款产品就能看到。接下来我们再点这个属性，属于这个产品，如果说你有非常多的这个变量，比如说有不同的尺寸，你可以到时候可以把它加到这个里面来。你有很多尺寸，有很多颜色，有大小，这些都可以。那下面这里有一个高级，这个是一个购物的备注。那么在这里你可以放置一些使用的说明书，是否允许进行这个产品的评价，可以看到这里。那你可以勾选，也可以不允许它来进行一个评价。接下来就是一个产品的链接，简短描述。那么这个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描述，这个简短的描述它是放置在这个产品页面的最上面，所以它不应该很长，简短的一个描述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回到右手边，这里我们再来有一些需要我们来填写。这里需要添加一张产品的图片，可以看到这里需要一个设置产品图片，点击上传。那么这样我们就上传一张 ，OK， 看到这里有了。那如果说你有其他的不同，你拍的不同的方位，比如说不同角度的一个照片，你也可以把它一起加进来。那拿一张最好的拿来作为主图，剩下的几张是辅助的。这儿比如说这里可以添加其他的图片。那鼠标往下拉，这里是可以进行一个分类。那因为我刚才已经加了分类了，那这里面可以看到没有，它也是属于一个小台灯，我就勾选台灯。产品标签这里我可以直接输入一个台灯，点击一个添加。那么你还可以多添加几个标签也是可以的，比如说再来一个儿童专用，点击一个添加。这个一些关键词，这个顾客在寻找这些关键词的时候，他在搜索这个关键词就能找到这个产品。下面可以看到，你可以添加新品牌，可以例如你的产品就是一个品牌，里面有多个不同的产品，你可以添加品牌，把这个产品放置进去。修改好之后，我们鼠标往上拉，在这里这张图片我先给它删除。我们这里鼠标往上拉，这里有一个发布，点击一个。发布好了之后，可以看这里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个查看产品，我们点鼠标中间的这个滑动键，在新窗口打开，那么可以看到我的第1款产品就上架了，已经添加好了。这边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路径，首页台灯，儿童专用灯，这个是一个儿童专用灯，它的一个原价是59，现在它的一个促销价格是39。好，下面是一个简短的描述，库存的数量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购物车。好，这里分类，下面很清晰。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是它的一个产品描述、产品详情。顶上这里就是一个面包屑的一个功能，可以让客户可以更加容易的找到这个商品。那这里还有一个付款方式，这里可以看到有其他的信息，还有一个用户的评价。好，这个我们把它关掉。接下来呢，我们来添加第2个产品。点击添加新产品，那这个时候来添加第2个产品，就是一个落地氛围灯。那这里描述还是交给 GPT 上传一个图片，这儿直接让它再次帮我写。首先我们先把这个简短描述给它布置一下，往下拉，这里有个简短描述，接下来是一个产品描述，加入到这个里面。那这里同样把这里给它改一下，这儿再来改它的里面的一些相关信息。常规一个价格，促销价格，
库存多少库存填一下，50个库存，2个配送这里写一下大概多重。这个时候到连锁产品这里，我们看到这里一个交叉销售，我们搜索一下。那这儿我们可以搜索一下，比如说我刚才添加的是一个台灯，搜索一个儿童专用，那么可以看到这下面就有了。下面一样的搜索 ，OK， 搜索之后把它点一下。好，这里点击属性，这个就是你的产品有很多变量，等会儿这个我们要用到这个功能。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个高级，这里同样放你的一些产品的一些说明书放置在这个里面，并且呢允不允许他人评价，这里允许你就勾上，不允许就把它勾取消掉，这里都是一样的。好啦，就按照这个来操作。接下来回到右边这儿，我们先添加一个产品的图片，这里是一个落地灯，那这儿我们选择一张图片，这个就是一个产品的主图。这里选好之后，点击添加产品相册，那么我们把这2个给它加进来。OK， 这里一个分类，这个是属于一个落地灯。产品标签就直接一个落地灯。如果标签不会写，你可以问 GPT 给我几个落地灯的标签。OK， 这里复制一下，再填进来。那这个标签其实很重要，这个就是里面一些相关的关键词啊。这儿我们输入个7、8个，那你自己想不出来就直接让 AI 帮忙，点击添加。可以看到这里一下加这么多。好，这里好了之后，鼠标往上拉，点击一个发布。OK， 这里我们点击查看产品，我们这个氛围灯就已经添加好了。可以看到这里它的一个路径、名称、它的一个原价和现在的活动价，还有一个简短的描述，它的库存，还有一个分类，包括它的标签，这下面都有显示。那么这儿还有一些付款方式，这里一个描述栏。接下来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刚才的交叉销售就出现在这里了。这个就相当于像某宝上面的关联销售一样的，这个其实非常的不错。下面当有人他拉到下面看到这儿有喜欢的，可能会同时带走2个台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着添加产品，点击添加新产品。那么这儿我就继续让 GPT 帮我写。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上架。那么方法都是一样的，大家有多少商品就自己按照这个方法来上就可以了。这儿我就不再仔细的给大家讲了，快速的上架。好，可以看到这里我已经添加了5款产品进来了。接下来就来带大家看一下怎么样给我们的产品添加一个变量，比如说这个台灯，它有大小、有高矮、有这种颜色的一个区分。那么我们就要给它添加不同的变量。首先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网站的后台，找到这个产品下面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属性。我们先来添加产品的属性，找到这里属性，这里可以添加新属性。首先我们先添加一个颜色的属性，这里写一个，这儿有直接选一个颜色。那么选好颜色，下面直接点击一个添加属性。这个灯它除了有颜色，它还有一个大小，那我们接着再添加。这里呢我们就选择一个尺寸然后鼠标往下拉，点击添加属性。那这儿这个台灯我就给它添加了这2个属性，一个是颜色，一个是尺寸。那么这里可以看到我们配置了一个尺寸和颜色2个属性。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这个不同的变量的一个配置。首先在这个我们先在这个颜色这里配置类别点一下它。那么这个颜色这里，比如说它这个灯有什么颜色，首先有一个白色，那这个白色叫暖白色，你可以给它取一个别名。这个是名称的一个链接的一个，通常是小写的，这个一般是指包含这个字母、数字和一个符号。那么你可以添加一个描述，这儿白色添加，直接点添加。那除了白色，那还有什么颜色？比如这里还有黄色这里点击添加颜色。那我再加一个焦糖色。那么目前这个台灯就这3个颜色。好了之后，我们点击这个左边产品下面的属性，返回到属性这里。那接下来呢，就来看它的尺寸，点击一个配置，有什么尺寸？比如说我这个台灯有小号，点击添加尺寸。那除了小号，还有中号，还有一个大号，就这3个尺寸。那如果是衣服，可能也是，比如说 S、M、L 号。那属性配置好了之后，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全部产品，点击这里左边的产品下面的全部产品，可以看到目前我们的这几款产品。这儿我就随意的拿一个灯来给大家举例，比如说台灯，我们这里直接点击这个编辑页面，那我们鼠标往下拉，在这儿找到这个产品数据。那么之前这儿我们使用的这是单个产品，在这里我们把它点击倒三角把它点成可变产品。
那这里首先添加属性，这我们把它先关掉。接着我们来给它添加不同的变量。好，我们把它变成这个可变产品之后，接下来这里一个属性，我们点击这个属性，我们要修改这个属性和变量这两个来进行一个修改。首先我们先来改这个属性，属性这里面有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个新添，在后面有个倒三角点一下。首先一个颜色，在属性值这里我们选择一下，比如说我们刚才有3个颜色，我们把这3个颜色都给它选中。这我们保存一下这个属性，接下来还是在新添这里点一下它，接下来是一个尺寸，还是在这个属性值这里搜索一下它，我们有3个尺寸，把它都添加进来。好，这里点击一个保存。好，这里保存好之后，我们再来点击这边的一个变量。那么在变量这里我们要点这个生成变量，点击一个确认。这个系统它会自动的根据这个属性的数量生成不同的这个变体。那现在它就自动生成了，可以看一下有几个尺寸，这一共有3个尺寸，中大号、中小号，这里3个暖白色、焦糖色和一个黄色。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对每个不同的变体进行一个编辑就可以了。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就一个一个来修改。那这首先第一个暖白色中号，在后面有个编辑按钮，点一下它。那这暖白色我们就加一张图片进来，这个暖白色给它加进来。图片加好之后，鼠标往下滑，在这里就是一个价格，比如说这个是139，跟我们之前价格一样，它的促销价是119，这是129，促销价是89。好，这个重量不变，这个尺寸你可以填一下。那这下面你可以一个简短的一个描述。这儿好了之后，我们再点下一个变体，比如说还是暖白色，这些地方给它改好。每一个在这里你都可以来把它编辑一下。好，接下来是一个焦糖色，点开它，焦糖色的，它的价格看一下，价格不要整错了，199、139。比如说你这个促销价要到什么时候，你点这个计划，从什么时间开始到什么时间结束，这里可以设置一下。好，接下来又是一个下一个号，那么每一个修改方法都是一样的。那还有它可以看到这里有大中小号，比如说大号的是这个价格，中号小号的这个价格，比如说它就是159，折后价就是139、119，因为它的大小不一样，肯定价格也会有所不同。好，接下来是一个黄色的159。这个大号促销价是119。好，这改好，还有最后一个，这里来把图片给它加进来。那么这全部改好之后，这儿点一个保存更改。那这里刚才有一个地方我没有设置，比如说这个 SQ 这个地方属性这里，还是这个变量这里，你可以点开看编辑，它这里有一个 SQ， 你可以输入你 SQ 的号码。那这里全部改好之后，我们这里鼠标往上面滑，这里点一个右边的一个更新。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查看，这里点击查看商品，让我们来到前台来看一下，这个就是进入到这个台灯的这个页面。它的价格可以看到，它是从89到139的这个区间，它就不是一个价格，因为它有尺寸的一个大小。这里可以点击，比如说这个暖白色，你点击暖白色的大号，这个是个什么价格，它都会显示出来。那如果说你选择黄色的小号，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价格。那我们在这个里可以看到这个产品，这里你可以选择，我们回到商店首页，我们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效果。那鼠标往下滑，那可以看到刚才这款产品是我添加了一个变体之后显示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显示在这个主页这里，它就影响到它的一个外观。我们怎么样来改变它？这时候我们回到网站的一个后台。那么找到左边的这里，鼠标往下拉插件，这里有一个插件，它影响了到我们的外观，就是这个插件。那这个插件它是一个变体的一个插件，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插件给它禁用起来。这里勾选一下，点一个禁用，这样的话它在网店上面就不会显示出所有的这个变量出来。这里禁用之后，接下来我们到这个主页这儿来看一下，刷新一下。那这刷新之后可以看到，这里就不会出现这些变体在这里了。顾客他必须要点击进来，进入到这个页面，对这里可以进行一个选择，比如说一个尺寸。可以看到我们关掉刚才的这个插件之后，它这里的显示方式会有所不同，这样看起来会更加的专业，更加的规范一点，好看一点。这里可以看到它需要通过这个下拉来选择，选好之后它就可以直接点击这里加入购物车。接下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来怎样来添加一个虚拟产品。那这里我们卖商品，可能有实物的，也有的不是实物的。那这个虚拟产品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它是怎么样来添加的。那还是回到我们的后台，还是点击
WooCommerce 下面的这个产品里面的一个添加新产品。那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虚拟产品跟普通的产品它的添加方式有何不同。那么它的这个界面，那我先把上面这个给它关掉。那它的这个界面其实和实物产品的界面它是一样的，只是需要注明，这里同样也是需要产品的描述，唯一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们鼠标往下拉就是产品数据这里。那么你可以把你的虚拟产品的名称和它的一个描述写好，来到这个产品的数据。那产品数据在后面这里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虚拟，那我们要把这个虚拟给它勾选一下。如果说你的这个产品是可以下载的，比如说电子书这些那么你就把这个可下载也给它勾选一下。例如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勾选了这个虚拟产品，它其他的部分其实都是一样的，还是需要设置价格。如果说你这个可以下载，需要添加下载的文件的一个链接，你可以直接把文件添加进来。下面有一个下载的限制，你可以点击不限制或者说无限制重复下载，这里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每个客人他只可以下载一次。那么下载到期，这里你可以看一下它是永久有效，还是说你这个电子书它是有比如说有1年的时间或者3个月的时间，可以输入下载有效天数或者留空。那么设置好这些之后，下面同样它也是需要一个添加一个简短描述的，其实唯一不同的就是需要勾选这个虚拟。同样回到右手边这边来添加图片，选择产品类别，选择这个标签，点击上面的这一个发布就可以了。这个虚拟产品就是这样子添加的。那么这个发布虚拟产品用这种多了1-2个选择，在添加完所有的产品之后，接下来我们到了网店的最后一步，就是一个 WooCommerce 主题，在左边可以看到 WooCommerce 的一个，我们要对它里面进行一些设置。我们点击 WooCommerce， 它这里面有一个设置，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设置。那接下来就会进入到这个设置的页面。那么接下来我会教大家怎样来一个一个的进行设置。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常规，在这里需要输入你商店的一个地址，这个是你商店所在的位置。那通常这个位置它是用来计算税率的，或者是运费等等。我这里现在是随便输入了一个地址，接下来鼠标往下拉，这里就是你的一个销售的位置。这里你可以，我们点这个下拉啦，这里面有几个选择。你可以选择销售到全部国家地区，也可以选择销售到全部国家地区除了哪些地方，也可以点这个销售到特定的国家地区。当你选择这个特定的国家和地区的时候，就可以你点击一下它，这里可以看到特定的一个国家地区，那么这个时候就让你来选择这些国家和地区。这比如说我们点鼠标往下拉，比如说我要销售到美国，往下拉找到美国，或者同时你还可以接着选，比如说我还要销售到加拿大，你可以把这2个国家都给它添加进去。那这里可以进行一个多项的一个选择。好，选择好这个位置，销售位置之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往下拉，这里是一个可配送的区域。那么这里同样点这个下拉框，那你可以是配送到所有你销售的地区，也可以选择配送到全部国家地区，也可以配送到特定的国家地区，也可以禁用配送运费计算功能。那如果你是做虚拟产品的，你就要配送，不需要配送和运费，那这个功能就可以把它关掉。这种比如说我们还是选择只配送到特定的国家和地区，那同样它还要问我们你要配送的一个位置，比如说你要配送到美国，美国的哪些州，这儿比如说我们先找到这个美国，那你也可以选择这里把这个配送位置给它改到一个配送到全部国家和地区。那么可以看到你选择这个选项之后，那么默认客户位置这里你可以选择，同样这里你可以选择第一个是无默认位置，下面这个是店铺所在的国家地区，还有一个是距 IP 确定的位置，它会根据 IP 地址来默认它的位置。下面还有一个距 IP 确定位置支持页面缓存，那这里我们在这里选择这个无默认位置，下面就会出现一个启用税收的功能。那如果说你想要计算这个税率，那你可以开启这个功能。那如果说你不想要，那你这里就不要开启。那在这里我会启用率和这个计算，到时候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样来设置这个税率。那下一个选项就是使用一个优惠券代码，你可以来创建。那么后面会教大家怎么样来创建这个优惠券，让我们的客户来使用。下面可以看到这个当你启用了这个优惠券之后，它是应该按照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顺序来计算这个优惠券。比如说按照这个顺序计算优惠券的折扣，
那或者说是应当用多个优惠券应用到第一个优惠券的全价和第二个优待券的一个折扣价格。通常这个我们是不需要启用的，因为我们商店只限用一个优惠券，你不能说是几个优惠券叠加起来一起用。接下来就是一个货币的选择，那么这个货币就是你的网店上面展示出来的这个货币，这选的是一个美元。那它这个里面你点击下拉，它里面有不同国家的一个货币，例如你是如果说是加拿大的，可以看到它还有其他的一些货币的一个代码。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它有欧元、英镑、瑞士法等等。这儿我们就先选择这个美元。如果你是销售的中国，同样你可以在这里面去找到一个人民币。我们看一下，在下面有一些什么小数点这些，那这个不需要改，保持这个不变就可以了。点击下面的一个保存更改。那这里一个常规的设置好了之后，我们继续来到第二个产品这里。首先这里第一个是产品的一个常规商店页面，那么我们看到第一个选择，这就是一个 shop。 你点这个下拉框可以看它有其他的页面，比如说关于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页面。那你想让它这个商店的页面显示哪一个页面，你就可以选择哪一个页面，我们就直接选择这个 shop。 通常情况下都是使用这个作为商店的首页，然后鼠标往下拉，加入购物车的一个行为。那这里的选项，首先添加成功后重定向到购物车页面，那么这里你把它勾选，这个允许你的客户添加到购物车之后自动跳转到这个购物车的页面。那这里你可以想需要开启还是不开启。接下来这个是在添加到购物车按钮上启用这个 AGAX。接下来一个重量还有一个尺寸单位，这个我们保持不变就可以了。那鼠标接着往下滑就是一个评价，那你是否启用这个产品的评价，启用产品评价。那你是否允许用户评价时显示已验证的所有者的标签。如果说你勾选，它就只可以这种验证用户的一个评价，这里仅已验证的用户可参与评价，这里你可以根据情况来进行一个勾选。下面就是一个产品的评级，启用评价时的一个星级评级，有的人4颗星，你要启用就把它勾选上，星级评价是必选，非可选。这儿弄好之后，我们就点击一个保存。接下来我们刚才看到的是一个常规的，那后面这里还有一个库存，我们点一下它，这里有一个启用库存管理，那这个它是作为一个乌克模式来进行库存管理，那你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些修改，因为如果说你用的是这个乌克模式来管理，那这儿就可以来进行一些修改。下面相关的信息你可以看一下，这里一个可下载的产品，如果说你的网站是做销售一些下载的产品或者虚拟产品，那也可以在这里来进行一个设置，这里面有一些相关的设置。那么接下来是已批准的下载目录，这里好了之后，接下来我们鼠标往上拉，点到这个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税率的一个设置页面。首先就是你输入的这个价格它是否含税，那你可以选择你输入的这个产品的价格它本身是已经包含了一个销售税的，又或者是你可以选择你输入的这个价格，下面这个你可以选择我要输入的不含税的一个产品价格，那上面这个是含税的一个价格。那么你也可以选择你的仅包含的是产品的价格，它不包含这个销售税。好，这两个选择你可以根据情况来选。那下面就是一个计算费率，那这个是基于什么？主要是选择这个客户的一个配送地址或者他的账单地址，又或者说是基于你商店的地址，这儿我们保持不变，再使用客户的一个配送地址作为这个税费的一个计算。那我们再往下拉，它有包含什么一些附加税等等，那么这些我们都保持不变。我们鼠标往下拉，直接点击一个保存更改。接下来我们要设置这个税率，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标准费率，那在这个标准费率这里，我们就在这里来添加一个税，我们点击在下方插入行 OK， 这里比如说美国就是一个 US， 这里省级代码，比如说它是哪个州，比如说在这里可以看到州代码，如果说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可以在 Google 里面来搜索一下美国，比如说我们这里搜索美国各州的代码和州税，在这里我们可以就通过 Google 这里可以找到，这里你可以看一下这里面它哪个州，比如说像加州，这样我们可以输入一个 CA， 你可以把邮政编码、城市这些输入出来，它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税率，你可以点这个问号看一下，输入4位小数的一个税率。
比如说我刚才大概看一下，这个加州是8.85，一共要4位，再加1位，看一下后面4位，这里你按它的要求，后面税费的名称，这个就叫做一个销售税。好，在后面这个配送这里可以看到配送是否需要交税，这个配送是不需要交税，我们把这个勾给它取消掉。弄好之后，鼠标回到左边这里点击一个保存更改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想要输入更多的一个销售税，那么你直接在这里点击插入，再接着往这里面输入。那比如说还是美国，你可以看一下其他的州，比如说我在这输入一个德克萨斯州 TX， 它的这个税率是6.2500，这个把后面这个取消掉，同样一个销售税，这里直接保存更改。具体这个销售税的一个收取，这里详情你还要咨询当地的一个会计师，看一下当地的一个是怎样收取的一个销售税，因为每个地方不一样。接下来我们来设置这个配送，那鼠标往上滑，点击这里一个配送，我们就来到了这个配送的界面。那么这个配送就是说你要运送到哪个地方，这里可以添加区域，这儿添加一个配送区域。首先一个区域的名称，比如说我们这儿运送到的是一个美国，那么这儿我们不需要输入这个 USA。 那这里区域设置好之后，接下来我们选择一个区域范围，你可以点击这里，比如说你想送到哪些地方，你可以选择非洲或者亚洲或者北美洲，或者说送到南美洲，你可以勾选一下，或者说是北美洲，比如说这里面你想送到哪些地方，那你可以把它勾选一下。那接下来呢，添加一种配送方式，点击这里添加配送方式，可以看到这儿显示有3种配送方式，一种是免费配送，第二是统一费率，第3是本地自提。首先我们选择一个统一费率，直接点它，点击一个继续。在这里我们可以来创建一个统一费率的费用，这里名称不用改，下面这个税的状态，这个费用它是不需要费率的，不需要缴税的。这成本你的这个费用，比如说是9.9，假如这里统一，不管你送到美国或者什么南美洲，不管你送到哪个地方，它都是9.9。这我们就点击一个创建并保存，那我们的费率就这样就创建成功了。大家可以看到，其实非常的简单的运费的一个配置，运送到哪个地方，它都是一个统一的一个费率，没有免运费这个选择。那如果说我们想要使用更加复杂的这个运费配置，要怎么做？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添加一个插件，我们要来搜寻一个插件，我们点击左边的这里有个插件，那么我们点上面这个添加插件，这儿我们输入在这里搜索这个 table weight， 这个是一个费率的插件，第一个插件，那我们这儿点一个立即安装。那可以看到这个插件用的人还是非常的多，它也是一个5星好评，已经有上10万的人在用这个插件。安装好之后，这儿我们点一个启用，那这个时候它就会跳转到一个配送的页面，在这里就可以看到鼠标往下拉，这里会有出现一个配送区域，我们点击这个配送区域，这时候我们回到之前创建的这个统一费率这里，回到我们之前创建的这个页面。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后面这里有一个编辑按钮，点一下它，那么鼠标往下拉，这区域名称改一下，这儿我们输入美国，鼠标往下拉，这里统一费率这里是我们刚才设置的。那现在我们先不要它，直接先给它删除掉，点击后面这个删除，点一个确认，我们来重新添加配送方式。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最下面这个我们刚才安装的这一个插件，直接点它，点好之后点一个继续，我们就再点击后面这个有一个编辑按钮，那么接下来就会来到这样的一个页面，有一个标题，那么我们把这个标题就给它改成一个运费。下面这里税，那这个它是不需要交税的，鼠标往下拉，它这里有个免费配送，有个免费送货，它有免费配送的选项，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来设置一下。首先一个免费配送的一个要求，这里我们点击一下它，这我们就选择第一个选项，设置一个最低的一个配送金额，它满多少最低的一个金额才能进行一个免费配送，它购买到哪种价格，那就可以享受免运费。那么免运费的金额，这儿可以选择，比如说40元、50元。下面这里一个标签，这里我们还是给它写成一个免费配送。接下来可以看一下，这里是否需要显示它还差多少金额才可以达到这个免运费。如果你把这个选项给它开启，那你的客户在这个购物车的页面，他就可以看到他还需要购买多少金额的货物才可以达到免运费的这个条件。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把它打开，这里它就会显示一个通知文本，这儿我们就给它这样子显示，你只需要再购买多少就可以享受一个免运费。那下面这里是一个进度条，如果你勾选它，就会在你的购物车页面显示出这个
进度条。那我们接着往下拉到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里有个运费的一个计算规则。这里我们选择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税率，我们点击这个 price， 这里价格比如说从多少，从0到多少，比如说到99，那么这个价格就是从0到99，它的运费比如说9.9。这上面我刚才是40，我这儿改成80，比如说它满了80就可以包邮免运费。鼠标下面这里再添加一个，同样我们还是选择这个价格，这里比如说是80以上，那么它的运费就是一个0，就可以免运费。好，这里改好之后，我们往下拉，点击一个保存更改，那我们就完成了这个网站的一个配送的一个运费设置。那接下来鼠标往下拉，点击这里一个运输设置。那在这个里面基本上是不需要进行任何的修改。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哪些选项。首先一个运输，你的是否需要使购物车页上的配送计算器，那么配送的目的地就是默认为客户的一个账单地址，一般就选默认的客户的地址，那其他的其实都不需要修改。接下来我们鼠标往上拉，就到了付款的页面。那我们一个网站做一个电商网站，最主要的收款很重要。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它本身就已经安装了非常多不同的一个付款的一个接口。那它现在激活并且使用，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主题它本身已经安装了非常多不同的一些付款接口，但是它现在激活的并且使用的，鼠标往下拉，是Stripe的这样的一个付款方式。那么我们只需要点击它旁边的这一个管理，接下来就会来到这样的一个修改的一个页面，会进入到Stripe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设置，包括了这个付款方式，还有名字这些标题描述。下面可以看到你的其他的一些付款方式。那再往下，启用已保存的一个银行卡付款，你可以勾选你的客户，他可以保存他的信用卡，用于他下一次的一个支付。下面这里这个就是一个你的客户在付款账单上看到的名字是什么。那么这改好之后，点击一个保存。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Stripe它的上面的设置旁边，这里有个 settings， 这我们可以进来，我们点击一下这个 settings， 这里需要来连接一下这个Stripe的账户。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个与Stripe连接，那你可以直接点击这里。接下来如果说你已经有Stripe账号了，那你可以直接把你的邮箱输入到这个里面，你可以直接这里点击一个提交。那么如果说你没有一个Stripe的账号了，那你可以来到Stripe的一个官网，来这里来注册一个Stripe的账号。那如果做跨境电商收款，它方式是有很多，比如说有 PayPal， 还有其他的一些付款方式。但是在这里最推荐的是这个Stripe。首先它支持信用卡，支持 Google 等等，并且这个Stripe它的一个提现费率更优，它支持多种账户。在这里这个Stripe它的一个交易手续费会比 PayPal 更低，更适合我们做跨境电商啊。你没有一个Stripe的账号了，那你可以来创建一个。那么之前小鱼有给大家分享过一期，申请美国公司来注册一个Stripe的一个账号，感兴趣的伙伴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期视频，直接在首页这里搜索一个Stripe，那么你就可以找到这里注册一个Stripe账号的一个详细教程。这个收款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可以，如果说你现在没有注册，你可以后面去注册一个这样的一个账号，你可以把这个视频先收藏起来。那么这里Stripe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付款接口。那么在这里可以看到，除了这个Stripe，它这里还支持一个 PayPal， 还有这里等等这些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些信用卡。鼠标往下拉了，它还支持一个微信，这里还有一个支付宝。那么这里的付款方式设置好了之后，那可以直接，你也可以到前台来看一下。这里我们随意找一款商品，点击一个选择，这里随便选一个，把它加入购物车。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在我们购物车里面的一个金额，那鼠标往下拉，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产品价格数量，还可以使用一个优惠券，后面会教大家怎么样来创建这个优惠券。往下拉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个销售税合计多少，这里可以直接点击去结算。接下来可以看到在这儿你可以输入你的名字、你的地址你的相关信息，到这边来进行一个付款。这里还提醒大家一点，如果说在付款，那你的链接地址上面必须要有一个 SSL 的一个安全证书，需要有这样的一个锁。那么这里我们必须付款页面一定要加密，一定要使用一个 SSL 的一个证书。如果说没有，你可以来到美国的一个域名的一个官网，在这里来点击这里有一个安全
安全里面有个一个 SSL 证书，可以来购买一个，因为它会用这样的一个锁来让访问者知道你将保护他们的一个数据安全，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视频里面提到的相关链接我都会把它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那这里WooCommerce的一个设置就全部已经设置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到我们的一个前台，这个时候我们要来设置一下我们首页这里这个菜单，这儿可以看到它还是一个英文的，我们并且还没有一些产品的一些菜单，那么我们还是要来设置一下。那么这儿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头像，那么接下来还是点上面的这个自定义来进行页眉的一个修改。鼠标往下滑，这里可以看到有个页眉，在这个中间往下拉，这儿有一个主菜单，那么我们点一下这个主菜单，点从这里配置菜单，找到这个主菜单，在这里来点一个编辑菜单。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它这里显示是一个英文的，我们点一下它，把它改成一个中文的。这儿我们就改成一个全部产品。改好之后，这里我们点这个三角把它放回去。接下来我们再来可以看到这已经改好了，再来添加项目，点击一下它。那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有个产品类别。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一些分类，我们点这个加号把它勾选，全部把它加进来。OK， 可以看到这儿全部加进来。那这里顺序你可以拖动它也是可以的。那如果说你比如说你这个台灯、落地灯这些，如果说它有子菜单，那么你还可以把它放在这个下面，它会出现一个子菜单。OK， 这里看到这里这些商品就全部都排列好了。那么这里添加好了之后，我们点击一个发布，接下来我们把它关掉，回到前台来看一下。可以看到我们刚才产品的菜单就已经添加进来了。那么我们点击这个全部产品 ，OK， 可以看到这下面就是我们的所有的产品。那比如说我要看台灯，这里它就会出现这几款台灯。比如说我要看这个吊灯，那么它就有对应的一个产品，这个落地灯都有对应的一些产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点击这个头像，回到首页，这些按钮的地方之前我们没有添加链接，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再来修改一下，还是点击这里使用上面的这个使用 Elementor 编辑。这儿我们点击这个笔，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链接。那这里来我们要把它链接到我们的全部产品。那鼠标回到前台这里刷新一下，我们点击这个全部产品，我们把上面这个链接把它复制一下，把它粘贴在这里。我们点击这里后面有一个设置，我们点让它在新窗口打开。好了之后点一个发布。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前台，点击这个首页，那我们再来点击这个按钮。那可以看到它会直接带我们跳转到这个商品的一个页面。那这里我们接着往下面改，鼠标往下拉，这里一个热销产品，那我们是使用了一个减码，下面这里有一个减码。这个时候我们要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点击这个产品。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在这个产品的后面，这里会有一个新精选，我们把它全部给五角星给它选上。这里选好之后，我们再来到这里。那我们再到减码这个位置，我们把后面把它改一下，删除。OK， 那我们把后面这个给它删除，可以看到这个热销产品它就出来了。那我们接着往下拉，这里一个新品上市，这里同样也是有一个减码，我们点一下它。这我们把这个减码给它复制上，这个就是一个新品。这里面可以看到它有，比如说你要显示几款产品，显示8款还是一排显示几个，这里都可以改在这个里面。比如说你只显示这个4个，把它改成4，那么它这里就只显示4个。如果说你想显示12个，那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接下来这些产品，我们要把它添加一个链接，比如说这个点击一下这个按钮，这里我们要给它加入一个每一个产品加入一个链接，这儿我们点击这个笔，点击上面的6个点。那么我们鼠标往下拉，接下来我们要给这个分类来给它添加一个链接，比如说落地灯，这下面有一个立即购买这个按钮，我们点一下它。那我们在这里回到前台，我们找到这个落地灯，那我们就把这个落地灯的链接复制一下，我们把这个链接给它粘贴到这个里面来。我们还是让它在新窗口中打开。接下来是这个台灯，点这个笔，台灯的一个链接，这是一个分类的链接，把它加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吊灯，还有后面一个壁灯，方法都是一样的，这里给它加上。好了之后记得要点一个发布。接下来链接好之后，我们再来到前台，那我们点击这里全部产品，点击我们的一个首页，鼠标往下拉，找到刚才的这个分类。那比如说这里找到落地灯，我们点这个立即购买，这儿我设置的是从新窗口打开，它直接带我们来到落地灯这个页面。
那么这个台灯也是一样，你点一个立即购买 ，OK， 可以看到它直接带你来到这个台灯的这个页面。那么我们这个链接就把它已经给它加进来了。那这里有一个新用户的享受85折，后面有一个立即领取，让我们点一下这个笔。那同样我们这里还是把我们的所有的产品给它把全部产品的链接给它放进去，点击给它输入到这里。OK， 那这里就没有问题。那接下来这是一个折扣码，等会儿教大家设置。那往下拉，这里还有一个折扣产品。那这里我们还是点击这里的后面这个笔，把折扣减码来把它输入进来。那么这里好了，记得点一个发布。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最新新品上市，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后台，那可以看到琥珀灯它是最先上架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排在最前面的，它是最新的，可以看它都会按照这个顺序来排列。OK， 那接下来这里好了之后，我们点击回到后台来教大家怎么样创建这个优惠券。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左边里面有个优惠券，那我们来创建你的第一个优惠券。这里优惠券代码可以看一下，这里之前小鱼儿这里已经给在首页里面已经有一个优惠券的代码了，那么我就用它就可以了。鼠标往下拉，这里一个小鱼儿，输入这个就是我的一个优惠券的，你可以创建，这里输入一个代码，你也可以这里生成一个优惠券代码。那这个说明可填也可不填，这儿鼠标接着往下拉，一个常规固定的购物车优惠，可以看一下这里，比如说你可以百分比，比如说打几折或者怎么样，或者可以直接优惠多少，满多少直接折扣是多少，也可以固定的一个产品优惠，我们选了一个百分比优惠，比如说优惠个10%。这里他会问你允许免运费，如果说你想要优惠券提供免配送费的功能，你就可以把它勾上。那么如果说你不想免，那你就不要去勾它。那一个优惠券的一个日期你也可以设置一下，它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这里可以设置一下。好了之后就点击这边的有一个发布。常规好了之后，这里有个使用的一个限制，比如说它需要最低消费多少，比如说是199，它最高就不限制嘛。那是否需要仅限这个单独使用？如果优惠券不能与其他的优惠券一起使用，请勾选此框。这里你可以看一下，不含促销产品。那么我们的促销产品本来就是折扣价，那就不需要，这里不要勾。这里产品，比如说你哪些产品要打这个折扣，你就在这里可以输入一个找寻一个产品，比如说我这儿输入一个台灯，比如说这里一个儿童专用灯，那这个产品可以使用折扣。那么你要排除哪些产品？排除产品的类别，那这里你可以看一下排除的品牌等等，这里你可以相关的也可以填写一下。使用次数这里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是无限使用还是只使用一次，输入一次。那么有没有限制某个物品使用？那如果说有限制就有，没有限制就应用于购物车中所有符合条件的一个商品。每个用户的一个使用次数的限制，这儿还是比如说你只能使用一次，那么这里就使用一次，点一个更新。接下来我们可以来到首页这里来看一下，这儿比如说我随便这里有加了2款商品，我把它点击一个查看购物车，比如说我刚才有一个优惠券代码了，把我这个代码给它复制一下，把它代码粘贴进来，使用优惠券。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我这里输入了我的优惠券，使用了我的优惠券之后，它优惠了22.8美金。顾客只需要在付款的时候，在这个结账页面来填写这个优惠券代码，就可以享受一定的优惠。那这里可以看到优惠码使用成功，接下来它可以直接去结算就可以了。到这里我们整个首页算是已经全部设计完成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首页。首先我们的首页可以看到在最顶上它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活动会显示在最顶上，下面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类别有哪些分类，在右边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些页面，比如说关于我们联系我们以及一个购物车，还有一个登录页面。再往下滑就是一个幻灯片，你可以把你的一些火热的产品把它放到这个里面来，当有人想要查看更多的时候，他就会点击这个链接。那接下来就是关于店铺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免费配送、满额赠礼、一些商品的保固，下面就是我们的一个热销产品，再往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个新品上市，下面就是产品的一些分类，它有哪些分类，再往下就是一个新品新客户的一个优惠券领取，这儿会有我们的一个优惠代码，那顾客他可以来把我们的优惠代码领取，再往下就是我们的一个折扣产品，那最后是一个合作品牌和下面和一个我们的一个页脚，整个网站就都已经搭建完成了。接下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电脑端，现在很多流量都来源于我们的手机端，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去设置一下我们的手机端。
那同样我们还是使用这个 Elementor 来编辑。那么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在显示的是一个 PC 端的一个效果，那这旁边是一个平板端，还有一个手机端，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手机端。那这里你可以来看一下，鼠标滑一下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像这个字有点大，可以点击这个笔，同样在这里呢点击一个样式，这里有个内容，这里有个排版，这儿我们就把这个字给它变小一点，这里其实只需要个20或者30，那么30就可以了。看一下，我们再往下拉，看一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一直往下滑。比如说这个图片，你想让它往左边来一点，也是同样是点击这6个点，你可以把它这里一个外句给它改一下。GU， 比如说可以把它往旁边挪动一下，那么这样没有问题，我们就不需要去动它。我们鼠标接着往下拉，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现在 PC 端、手机端它的一个适应能力，现在这个 WordPress 还是很强大的。这里有一点小小的问题，我们这儿的一个字体它堆积在这个上面，我们点一下，那点一下这个笔之后，比如说这个字，还是点击这个样式，点内容，我们把这个字给看一下，给它标题排版字体给它改成10，那下面这个字我们就可以把它删除，就不需要了。那下面这里也是一样，点这个笔，这个字体其实在这个手机上面就可以选择不要了。OK， 这里大概改一下，改好之后你往下滑，看一下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一直往下滑。那比如说像这里的品牌，比如说你不想显示，直接点击这6个点，那点击这里一个高级设置，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个响应模式，比如说我想让它在手机端隐藏，直接把这个打开，那这个页面我们就不显示了，它就直接隐藏掉了。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这儿如果说没有什么问题，这里我们的菜单可以看到它是在这里，你点一下它，这里就会出现这些菜单栏。改好之后记得点击一个发布，电脑端你也可以看一下，电脑端、平板端你可以看一下，平板端一般是问题，没有问题呢直接就不用管它。全部改好，记得一定要点一个发布。那么这儿我们整个网站的一个搭建就基本完成了。那如果说后期你有订单的情况下，你可以回到后台，你可以在这个 WooCommerce 这里面会有一个订单，那你的订单它就会显示在这个里面。因为目前我这里还没有订单，所以没看到。如果说你有订单，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OK， 那今天小鱼儿的网站搭建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喜欢小鱼儿记得订阅我的频道，也可以把它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如果说你想用WordPress 用 Elementor 来搭建一个网站，那你可以看小鱼儿之前有一期非常详细的3小时的这个零基础新手入门的这一期教程，那么让你搞懂什么是 Elementor， 你看完之后你搭建网站就会觉得很简单。如果说你想搭建个人博客网站，那么你也可以来看，或者说个人的一个作品集网站，那这里都是一些非常详细的新手教程。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